最弱 F 級獵人意外重生，開局就撞上滅世級魔物，本以為是送死，系統卻突然覺醒10萬倍經驗掛。戰場上一片狼藉，到處都是倒下的士兵和插着的武器，魔物大軍正瘋狂地衝擊着防線，天空中飛龍肆虐，地面上巨獸橫行，防線後方的難民營裡，大家只能無助地縮在角落裡。公迷剛想開口道謝，結果頭上就挨了一記暴力。天馬一臉無奈地糾正他，說了要叫大哥，或者直接叫名字也行。公迷揉着腦袋，小聲嘀咕：獵人動手打普通人，真的好嗎？而且一個覺醒了20年，連一個技能都沒學會的 F 級獵人，又能派上什麼用場？天馬聽完倒也沒生氣，只是看着遠方說：真正的獵人應該是像那個人一樣才对。天馬口中的那個人，正是 SSS 級獵人卡克魯。20年前，无數傳送門突然出現，魔物大軍席捲了整個世界，人類文明差點被徹底抹去。就在最絕望的時候，被系統選中的獵人們站了出來，他們獲得了超凡的力量，開始與魔物對抗。而在這些獵人當中，有11位擁有壓倒性力量的強者，被稱為最後的11人。他們拼死戰鬥，才勉強阻止了人類的滅絕。但魔物那邊同樣存在着絕對恐怖的支配者，那就是魔族。這些魔族的實力遠遠超過了那11位最強獵人。在魔族大軍的瘋狂攻勢下，人類已經被逼到了最後防線。曾經的11位最強戰力，如今已經戰死了6個，只剩下最後5個人還在苦苦支撐。而魔族的大軍已經逼近了最後的防線，局勢已經到了最危險的關頭。卡克魯站在講台前，大聲宣告：我們還有最後一次機會，一個徹底扭轉局勢的機會。只見一名黑髮女子捧起發光的沙漏，直接將其拋向空中，耀眼的光芒瞬間將一切吞沒。卡克魯指着那道光芒解釋，這是一個能讓人回到20年前的傳送門，也就是所謂的回歸點。但這個門限制極大，一次只能讓一個人通過，必須有人回到過去，在魔族入侵前阻止這一切。聽到這個消息，底下的人群頓時炸開了鍋，大家紛紛高喊着卡克魯的名字。在所有人眼裡，只有這位最強的 SSS 級獵人才配擔起改變歷史的重任。而在角落裡，天馬和公迷正看着這一幕。天馬有些感慨的搭話：能回到過去可真好啊，不過20年前公迷還只是個小鬼，就算回去了又能做什麼？公迷自嘲地笑了笑，像他這種沒覺醒的 F 級獵人，根本沒資格去想回歸的事。但他心裡其實有個小小的願望，如果真能回去，他只想再見一眼自己的父母。天馬沒說話，只是伸手拍了拍他的頭。而此時，廣場上的呼喊聲已經越來越大，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卡克魯的決定。卡克魯卻顯得有些遲疑，身旁的黑髮女子勸道：你就接受吧，你是唯一能回去的人，去打敗魔族，拯救世界。卡克魯終於下定決心，不管付出什麼代價，我都會改變未来。可還沒等他走向傳送门，异變突生，無數巨大的黑色觸手突然從天而降，直接砸向了下方的集會廣场。黑髮女子在混亂中拼盡全力伸出了手，伴隨着一聲慘叫，防禦結界唰的一下被擊碎。這下所有人都懵了，誰能想到最後的防線竟然這麼容易被攻破？巨大的黑色觸手直接砸向地面，現場頓時亂成一片。眼看危險逼近，天馬一把推開了身旁的公迷，自己卻被衝擊波直接掀飛，耳邊只剩下刺耳的轟鳴聲。等公迷再次睜開眼，天馬已經倒在血泊中。公迷哭喊着跑過去，天馬卻只是虛弱的笑了笑，糾正他要叫大哥。就在這時，傳送門的光芒突然暴漲，直接將天馬籠罩在裡面。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時間扭曲正在修正，回歸點已經激活，目標天馬正在回歸20年前。緊接着，一道耀眼的金色光柱衝天而起，直接把天馬帶離了現場。等光芒散去，原本的傳送門只剩下一片廢墟。黑髮女子不敢置信地問：剛剛是誰進了傳送門？卡克魯整個人都傻了，喃喃自語道：這怎麼可能？系統再次發出刺耳的警報，檢測到因果扭曲，回歸主體存在嚴重缺陷，因果修正協議將在30分鐘內執行。天馬緩緩睜開眼，有些迷茫地問：是我進了傳送門嗎？可如果只是一個 F 級獵人回去，根本不可能阻止魔族啊！眼前突然彈出一個系統窗口，天馬有些懵，這到底是什麼？緊接着，系統提示回歸成功，讓他確認當前狀態。天馬點開面板一看，整個人都傻了。還沒等他緩過神來，林子裡突然傳來一聲怪叫，天馬立刻警惕起來，順着聲音傳來的方向摸了過去。他躲在樹後，悄悄往外看，發現前面竟然有幾隻哥布林。天馬心裡一沉，看來自己是在傳送門內部了。可就算重生了，自己居然還在害怕一隻小小的哥布林。想要離開這裡，要麼找到出口，要麼就要完成系統給的任務了。天馬心裡直犯嘀咕，自己現在連個技能都沒有，這任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戰。就在這時，系統面板突然跳出倒計時，只剩下24分鐘了。還没等他想明白怎麼回事，林子裡突然寒光一閃，那幾隻哥布林還沒反應過來，瞬間就被削了腦袋。天馬頓時心裡一喜，看來這林子裡還有別的獵人，要是能找他幫忙，說不定就能得救了。可當他看清來人的模樣時，整個人都涼了半截，因為眼前出現的根本不是什麼救星，而是手持彎刀的命名魔物庫丘陵。這可是連高階獵人都聞風喪膽的恐怖存在，怎麼會出現在這種新手圖裡？就在這時，林子裡突然衝出一個年輕獵人，一邊狂奔一邊大喊救命。他驚恐地喊道：有個怪物在無差別屠殺，不管是魔物還是人類都難逃一死。可還沒等他跑出多遠，庫丘陵就已經無聲無息地擋在了他的面前。年輕獵人直接愣在原地，徹底絕望了。庫丘陵發出一聲獰笑，
緩緩舉起了手中的彎刀，眼看彎刀就要落下，年輕獵人根本無力招架。千鈞一髮之際，天馬猛地衝了出去，一把將人撲倒在旁邊。庫丘陵一刀劈空，狂暴的刀氣瞬間在大地上犁出一條深深的溝壑。天馬強忍着劇痛爬起來，拉着年輕獵人轉身就逃。看着眼前這恐怖的破壞力，他心裡很清楚，正面硬剛，只有死路一條。天馬帶着年輕獵人一路狂奔，終於暫時甩掉了怪物。天馬累得直接癱倒在地上，這身體素質實在太差了，就算重生了 F 級獵人終究還是個戰力渣。不過更讓他納悶的是，剛才那只哥布林到底怎麼回事？他以前可從來沒見過這種怪物。就在這時，天馬注意到了年輕獵人護甲上的標誌，這標誌怎麼看着這麼眼熟？天馬仔細一想，這不就是夜鴉公會的徽章嗎？年輕獵人點了點頭，說他們公會本來已經控制了這道傳送門。接着又好奇地問天馬怎麼會在這裡。聽到這話，天馬整個人都傻了，因為他突然意識到一個恐怖的事實，這裡就是夜鴉公會全軍覆沒的地方。當年在 B 級傳送門裡突然出現了一隻命名魔物，將整個夜鴉公會徹底屠殺殆盡。當年那場慘劇鬧得沸沸揚揚，連派去救援的隊伍都全軍覆沒。天馬一想到這，整個人都不好了。現在不是糾結這個的時候，必須立刻離開這裡。天馬問年輕獵人：“你身上還有多餘的武器嗎？咱們得一起逃出去。”年輕獵人連忙點頭，正準備從系統背包裡拿武器，可誰能想到，一道寒光毫無徵兆的閃過，直接穿透了年輕獵人的身體。年輕獵人甚至連慘叫都沒發出來，就這麼倒了下去。天馬根本來不及反應，溫熱的鮮血已經濺了他一臉。庫丘陵追了上來，揮舞着彎刀砍向天馬。千鈞一髮之際，天馬咬緊牙關，硬是用劍擋下了這致命的一擊。可兩人的力量懸殊實在太大，天馬整個人直接被震飛了出去，重重地砸斷了粗壯的樹幹。這一擊的威力太恐怖了，天馬倒在地上，大口吐着鮮血，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僅僅一招就差點要了他的命。庫丘陵手持雙刀，一步步逼近，死亡的陰影瞬間籠罩了下來。就在天馬以為自己死定了的時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個紅色倒計時，距離機械降神系統啟動只剩下最後幾秒。天馬看着眼前的數字，徹底懵了，這到底是什麼東西？難道重活一世就只能落得個被秒殺的下場嗎？天馬心裡滿是不甘，為什麼偏偏是自己這個廢物重生了，拯救人類的最後希望？難道就這麼輕易的結束了嗎？就在倒計時歸零的瞬間，系統提示音突然瘋狂響起，機械降神協議成功啟動。不僅身體的傷勢開始恢復，系統甚至直接判定他獲得了專屬特質技能，獲取率和經驗值直接翻了10萬倍。天馬整個人都傻了，10萬倍經驗，還沒等他反應過來，系統提示再次刷屏。因為剛剛承受了致命傷，他不僅覺醒了忍耐技能，甚至在10萬倍經驗的加持下，這個技能瞬間開始瘋狂升級，唰的一下就升到了满級10級。天馬整個人都看傻了，以前當獵人時怎麼都升不上去的技能，現在居然一眨眼就直接拉滿了。滿級忍耐不僅能減免傷害和痛覺，甚至能讓他在受到致命傷時繼續行動，這簡直就是開掛。天馬試着動了動手指，發現原本動彈不得的身體現在居然真的能動了。他一把抓起地上的長劍，強撐着身體站了起來。就在這時，系統再次傳來提示，因果流動已經調整完畢，他成功獲得了無才者調整的專屬特質。天馬忍不住笑出了聲，原來這個系統是為了彌補他毫無天賦的缺陷，才特意進行了重新調整。天馬腦海中閃過無數畫面，他想起了公迷，那個曾經被他丟下獨自面對恐懼的夥伴。為了能再次見到公迷，也為了改變這個被魔族毀滅的世界，他必須變強。天馬死死盯着手中的長劍，眼神變得無比堅定。有了這10萬倍的經驗加成，這一次他一定要徹底扭轉未來。對面的庫丘陵發出一聲低吼，顯然被眼前這個突然站起來的人類激怒了。還沒等天馬多想，庫丘陵已經揮舞着雙刀，化作一道綠色的殘影，迎面撲了過來。天馬沒有退縮，看準時機，揮劍迎了上去。兩股力量在空中轟然相撞，爆發出刺眼的火花。系統提示音再次刷屏，10萬倍經驗特質再次觸發，天馬成功覺醒了劍術技能。天馬看着眼前的系統提示，整個人都傻了。在10萬倍經驗的加持下，他的劍術技能開始瘋狂升級，從2級一路狂飆，根本停不下來。伴隨着耀眼的光芒，劍術技能瞬間拉滿，直接升到了滿級10級。這股突如其來的強大力量，讓天馬在交鋒中硬生生抗住了庫丘陵的狂暴攻勢。天馬順勢借力拉開距離，穩穩地落在了不遠處的草地上。庫丘陵發出一聲疑惑的低吼，顯然沒料到這個人類竟然能接下自己的攻擊。天馬看着眼前的系統面板，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劍術技能居然真的在一瞬間就滿級了。要知道，在正常情況下，獵人想要提升技能，必須經歷無數次生死搏殺。這個無才者調整的特質，簡直就是個不講道理的逆天外掛。僅僅是掌握了滿級劍術，手中的長劍感覺就變得完全不一樣了。這就是10級滿級劍術的威力嗎？天馬握了握手中的劍，還沒等他仔細感受這股力量，周圍突然安靜的有些詭異。那個怪物跑哪去了？天馬警惕地環顧四周，林子裡靜悄悄的，連一絲風聲都沒有。就在這時，頭頂上方突然傳來一聲刺耳的尖笑，庫丘陵竟然從天而降，揮舞着彎刀直奔他而來。天馬反應極快，抬手就是一記格擋，兩股力量在空中猛烈碰撞，震得他手臂發麻。庫丘陵的攻勢排山倒海，壓迫感撲面來，天馬咬緊牙關死死撐住，腳下的地面因為承受不住重壓，開始寸寸皸裂。
這怪物的力量實在太恐怖了，天馬被壓制的根本無法反擊，只能被動防守。就在他快要支撐不住的时候，系統面板再次亮起，10级忍耐与10级剑术同时激活，有了双重满级技能的加持，天馬大吼一聲，硬生生頂住了这股毀滅性的力量，開始準備反擊。天馬借着反彈的力道，唰的一下退開好幾米遠。庫丘陵發出一聲怪叫，揮舞着彎刀再次逼近。天馬死死盯着對手，兩邊的實力差距太明顯了，光是防守根本撐不了多久，必須想辦法拉近差距。還沒等他想出對策，庫丘陵已經帶着狂暴的氣流再次撲了過來。天馬咬緊牙關迎了上去，兩把武器在空中激烈碰撞。庫丘陵發出一聲刺耳的尖笑，攻勢變得更加瘋狂，這樣下去根本沒完沒了。天馬知道自己必須看穿對方的動作，集中注意力，尋找一擊制勝的機會。天馬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系統提示音再次瘋狂響起，感知技能成功覺醒，在10萬倍經驗的加持下，感知技能開始瘋狂升級，從1級一路狂飆，伴隨着耀眼的光芒，感知技能瞬間拉滿，直接升到了滿級10級。庫丘陵帶着狂暴的氣流再次撲了過來，但這一次情況完全不同了。天馬看着眼前的畫面，整個人都愣住了，周圍的一切仿佛都變慢了，怪物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細節，全都看得清清楚楚。這下有戲了，天馬看準時機，側身避開致命一擊，順勢一劍反削過去。只聽見當的一聲，這一劍結結實實的砍中了。庫丘陵被這股反擊的力道震得連連後退，直接拉開了距離。這就是滿級感知技能的威力嗎？天馬站在原地，整個人都有些不敢置信。周圍的一切動靜，不管是身後的樹木，還是周圍植物的位置，甚至連風吹動葉子的軌跡，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庫丘陵顯然也察覺到了不對勁，死死盯着眼前的對手，發出一聲憤怒的低吼。緊接着，這怪物再次暴起，揮舞着彎刀瘋狂劈砍過來。但這一次，天馬的身體反應比腦子更快，在滿級感知的加持下，他輕鬆避開致命的刀鋒，順勢揮劍反擊。兩把武器在空中激烈碰撞，爆發出刺耳的金屬摩擦聲。天馬雖然看清了攻擊，但身體根本跟不上反應，這下麻煩了，根本防不住。天馬咬緊牙關，強行往後退了一步。就在這一退的瞬間，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成功覺醒步法技能。在10萬倍經驗的加持下，步法技能開始瘋狂升級，從1級一路狂飆，直接升到了滿級10級。滿級步法一發動，天馬整個人唰的一下，直接向後暴退，這速度快得連他自己都懵了。本來只想退一小步，結果直接退開了一大段距離。天馬握緊了手裡的長劍，這感覺跟之前完全不一樣了。庫丘陵發出一聲低吼，顯然也察覺到了對手的變化。天馬只覺得腳下輕飄飄的，身體前所未有的輕盈。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滿級劍術和滿級步法同時激活，這下有戲了。天馬腳下一蹬，整個人直接化作一道殘影衝了出去。庫丘陵根本來不及反應，只能眼睜睜看着劍鋒逼近，強大的衝擊波瞬間擴散開來，直接將周圍的地面離出一道深溝。庫丘陵被這股力道震得連連後退，嘴裡發出憤怒的低吼。天馬穩穩落地，嘴角微微上揚，這一擊的效果比他預想的還要好。庫丘陵發出一聲憤怒的咆哮，顯然沒料到這個人類能爆發出這種力量。兩道身影在林子裡飛速交錯，刀光劍影根本讓人看不清動作，每一次碰撞都伴隨着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整片森林都在這股力量下顫抖。傳送門外來了一個新角色 ，C 級獵人尤奈，他正對着手機抱怨，到底是哪個蠢貨會在 F 級傳送門裡迷路？電話那頭的人顯然沒把他的抱怨當回事，只是公事公辦的催促。尤奈沒辦法，直接掛斷了電話。他劃開系統面板，仔細看了看任務信息，一個普通的 F 級傳送門，加上一群剛覺醒的新人，難怪會超時。尤奈斷定這幫新人肯定是在裡面偷懶。尤奈不再多想，身上亮起藍色的光芒。系統提示音響起，2級傳送技能已經激活，尤奈唰的一下直接被傳送到了森林深處。可剛一落地，眼前的景象就讓他倒吸一口涼氣。這地方怎麼躺了這麼多魔物的屍體？尤奈眉頭緊鎖，這幫家伙在入口處就打得這麼瘋狂嗎？他試着朝林子裡大喊：“夜鴉公會的人還在嗎？大家都去哪了？”四周一片死寂，根本沒有任何回應。尤奈越往前走越覺得不對勁，這根本不是 F 級傳送門該有的樣子。看着前方被狂暴力量離過的地面，尤奈徹底懵了。這種規模的戰鬥痕跡，絕對不可能是新手能搞出來的。事情大條了，這裡面絕對藏着什麼可怕的東西。尤奈剛走沒幾步，就看到前方有人在對峙，那只渾身是血的綠色魔物正死死盯着對面的天馬。這股恐怖的壓迫感讓剛趕到戰場的尤奈整個人都僵住了。這到底是什麼怪物？居然能散發出如此可怕的氣息！還沒等尤奈緩過神來，那只魔物突然發出一聲低吼，他緩緩吐出了自己的名字：庫丘陵。尤奈整個人都傻了，一只哥布林居然開口說人類的語言。天馬雖然滿臉是血，但眼神卻異常堅定。庫丘陵可沒打算給他喘息的機會，手中的彎刀帶着狂暴的力量，再次狠狠砸了下去。轟的一聲巨響，狂暴的衝擊波瞬間炸裂，直接將周圍的一切吞沒。等煙塵漸漸散去，戰場上只剩下一個孤獨的背影。尤奈看着眼前這誇張的破壞痕跡，腦子裡一片空白，這到底是什麼情況？還沒等他想明白，天馬的身體終於到了極限，雙腿一軟，直接半跪在地上。尤奈見狀，急忙衝了過去，大喊着問他怎麼樣了。他一邊扶住搖搖欲墜的天馬，一邊急切地表明身份，自己是獵人協會派來的救援隊，夜鴉公會的其他人到底在哪？還有剛才那只哥布林到底是什麼來頭？
天馬勉強擠出一絲微笑，說自己是他的救世主，讓他千萬別忘了這件事。話剛說完，天馬就再也支撐不住，整個人直接栽倒在地上。由奈被這突如其來的狀況嚇了一跳，看着昏迷不醒的天馬，由奈忍不住嘆了口氣，這下麻煩大了。這種離奇的狀況，他到底該怎麼向上面匯報？天馬緩緩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躺在病床上，周圍是一片刺眼的白色。他拉開窗簾往外看去，這裡顯然是醫院。天馬喃喃自語，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試着在虛空中點了一下，系統面板唰的一下彈了出來。看來之前發生的一切全都是真的。天馬看着眼前的面板，心裡掀起了驚濤駭浪。前世的自己連一個技能都沒有，可現在僅僅經歷了一場戰鬥，就拿到了這麼多滿級、10級的技能。那場和怪物的生死搏殺根本就不是夢。面板上清清楚楚地寫着天馬的個人信息，還有那個逆天的特質无才者調整。天馬心裡很清楚，自己能和庫丘陵正面硬刚，全靠這個无才者調整的特質。不過這個特質的特殊效果目前還是鎖定狀態，10萬倍的經驗值加成，說白了就是系統給毫無天賦的天馬準備的平衡性補償。天馬忍不住琢磨，要是換做卡克魯眾生回來，系統還會給他這種補償嗎？像卡克魯那種一覺醒就擁有壓倒性力量的怪物，根本不需要什麼无才者調整。天馬嘆了口氣，沒再繼續糾結這件事。既然是自己回到了過去，那就要專注眼前能做的事。就在這時，病房的門突然被推開，由奈走了進來，有些驚訝地看着他，說：“還以為他至少得再躺1個星期呢。”天馬看着自己的雙手，突然反應過來一件事，自己明明沒有治療類技能，怎麼傷口好得這麼快？他隨手在虛空中一點，系統面板唰的一下彈了出來，上面赫然寫着10級滿級自然恢復技能。天馬有些納悶，難道是自己昏迷的時候又偷偷覺醒了新技能？還沒等他琢磨明白，由奈突然湊了過來，問他是不是打算直接無視救命恩人。天馬一頭霧水地問：“你誰啊？”由奈頓時有些抓狂，大喊着說：“他們明明在傳送門裡見過。”他深吸一口氣，自我介紹自己是由奈，是獵人協會的 C 級獵人。由奈接着解釋，當時天馬在和哥布林戰鬥後暈倒，是他把人救出來的。天馬這才恍然大悟，想起了當時的情況。不過天馬心裡很清楚，如果按照原本的歷史走向，獵人協會的調查隊根本不可能活下來，只會被庫丘陵無情的單方面屠殺。天馬看着眼前的由奈，忍不住說道：“其實自己才是那個救了他命的人。”由奈有些無奈地承認，天馬確實幫了一點忙。他接着解釋，夜鴉公會那些躲起來的幸存者已經替天馬作證了，證實了那個雙持彎刀的庫丘陵實力到底有多恐怖。聽到這個消息，天馬嘴角微微上揚，看來其他人也順利活了下來。可由奈的臉色卻沉了下來，說這正是問題所在。天馬有些疑惑地看着他。由奈嘆了口氣，說協會已經做出了決定，不會把擊敗那只哥布林的功勞算在天馬頭上，畢竟他的等級實在太低了。天馬卻一臉無所謂，說自己根本不在乎。由奈頓時急了，這可是他一夜成名的好機會，無名 F 級獵人從神秘怪物手中拯救公會，這名頭多響亮啊！天馬沒有理會由奈的抱怨，而是自顧自地往前走。他心裡很清楚，魔族的目標是走出傳送門，統治現實世界。庫丘陵會出現在 F 級傳送門裡，絕對和魔族脫不了干係。在沒有足夠實力之前，絕對不能讓魔族知道是自己破壞了他們的入侵計劃。要是讓潛伏在現實世界的魔族察覺到自己的存在，那可就徹底被動了。天馬淡淡的丟下一句：“既然說完了，那我就先走了。”由奈急忙在後面喊道：“你等等！”由奈追問他：“你還沒解釋清楚，當初為什麼要進夜鴉公會的傳送門？”天馬頭也不回的回答：“為了錢。”他接着解釋，自己只是想去撿點夜鴉公會掉落的魔力水晶。說完，天馬直接推門走了出去，只留下由奈一個人在病房裡發呆。由奈看着緊閉的房門，忍不住吐槽：“真是個怪人。”沒過多久，天馬就已經辦好了出院手續，獨自走在了喧鬧的街頭。街上人來人往，到處都是叫賣聲和歡笑聲。在人類走向毀滅之前，這個世界曾經是這麼生機勃勃。天馬看着周圍的一切，心裡感慨萬千。沒多久，他回到了自己住的公寓樓下，按下熟悉的密碼鎖，推開家門，看着屋裡熟悉的一切，天馬嘆了口氣，這裡真是一點都沒變。他有些疲憊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出神。想要改變人類滅亡的命運，就必須從現在開始行動了。接下來該怎麼辦？按照正常的時間線，協會的頂尖獵人現在應該已經開始調查夜鴉公會傳送門事件的真相了。如果自己在這個時候湊過去，肯定會引起懷疑，畢竟自己已經把事情解決了。現在看起來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從得到無才者調整這個特質開始，過去就已經被徹底改變了。現在只有自己能阻止這一切。想要阻止世界走向毀滅，就必須變得比任何人都強。雖然以前經常看獵人月刊，對那些重大事件有些印象，但具體的細節，天馬現在根本想不起來了。當初感知技能激活的時候，整個世界在他眼裡都變了。如果能把記憶力也提升上去的話，天馬猛地從床上坐了起來。既然這樣，只要通過高强度的腦力活動，是不是就能覺醒和記憶相關的技能？說幹就幹，天馬立刻動身前往圖書館，找來了一本厚厚的量子力學教材。只要把這本天書啃下來，說不定就能成功。天馬坐在書桌前，深吸一口氣，開始硬着頭皮翻開書頁。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看着書上密密麻麻的公式，天馬只覺得一個頭兩個大，這根本就不是人能看懂的東西。天馬整個人直接癱倒在桌上，徹底放棄了掙扎。
自己到底在幹什麼啊？看來光靠死记硬背根本行不通，必須換個思路了。系統提示音突然響了起來，檢測到智力活動。天馬還沒反應過來，周圍瞬間被無數藍色光幕包圍，智力技能開始瘋狂升級，從1級一路狂飆，伴隨着耀眼的光芒，智力技能瞬間拉滿，直接升到了滿級10級。天馬忍不住笑出了聲，居然真的成功了。他劃開系統面板，仔細查看技能屬性，魔法掌控加了 25%， 魔法傷害和法力值也提升了。虽然感覺沒有感知技能那麼明顯，但是如果把滿級智力和滿級感知結合起來，是不是就能回想起以前的事情？天馬閉上雙眼，開始嘗試調動體內的力量。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潛意識記憶區域已連接，滿級感知與滿級智力同時激活。天馬深吸一口氣，必須把那些記憶全部找回來。在那個已經毀滅的世界裡，自己所經歷的一切絕對不能忘記。無數記憶碎片在腦海中飛速閃過，那些曾經經歷過的慘烈戰鬥，以及那些熟悉的面孔，全都一股腦地湧了出來。系統提示音開始瘋狂刷屏，記憶搜尋技能成功覺醒，在10萬倍經驗的加持下，這個技能開始瘋狂升級，從1級一路狂飆，伴隨着耀眼的光芒，記憶搜尋技能瞬間拉滿，直接升到了滿級10級。天馬猛地睜開雙眼，眼神裡多了一絲清明。他深吸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好了。”他拿出手機看了一眼時間，下午2點47分。天馬收起手機，走到前台準備點單，費了9牛2虎之力，天馬終於釋出了銀行卡密碼。可當他看清餘額的那一刻，整個人都傻眼了，2782日元。不管是重生前還是重生後，自己居然都這麼窮。收銀員看着發呆的天馬，禮貌地問他要點什麼。天馬這才回過神來，隨便點了一杯冰美式。他拿着飲料走到露天座位，猛吸了一口，冰涼的液體下肚，整個人總算清醒了不少。既然記憶已經全部找回，那真正的戰鬥現在才算正式開始。那些潛伏在城市裡的魔族，必須在他們變強之前全部清理乾淨。至於這第一個目標，就是最先在人類面前現身的成長之魔。就在天馬盤算着下一步計劃時，桌上的手機突然震動起來，屏幕上顯示着一個名字：廣樹。天馬看着來電顯示，整個人有些摸不着頭腦，這人到底是誰？他疑惑地接通了電話，試探性地問了一句，電話那頭傳來不耐煩的催促，說是有魔力水晶要回收，讓天馬立刻趕到八王子市去。天馬聽着電話，滿級記憶搜尋技能悄然啟動，他一下子想起來了，對方是人才中介公司的組長廣樹，而自己以前只是個 F 級獵人，平時就靠給各種工會打零工，哪裡缺人就去哪裡當替補。電話那頭還在大吼大叫，催他別浪費時間，趕緊過去。天馬卻很平靜地回了一句：“去不了。”對方頓時愣住了，問他為什麼。天馬理直氣壯地回答：“因為自己連打車錢都沒有。”電話那頭直接無語了，但為了讓他趕緊過去幹活，還是把車費給賺了過來。天馬看着手機上的轉賬提示，無奈地嘆了口氣，看來這一趟是不得不去了。但看着眼前一排排滿級屬性面板，天馬心裡總算有了底。一輛出租車在路邊穩穩停下，天馬推開車門走了下來。不遠處的空地上，傳送門正散發着幽藍的光芒，一群獵人已經提前在門前集結完畢。天馬雙手插兜，不緊不慢地朝人群走去，這下正好可以測試一下自己現在的實力了。光輝雙手抱胸，語氣十分不耐煩，抱怨天馬遲到太久，要是錯過了攻略時間，誰來負這個責任？天馬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什麼話都沒說。光輝被這眼神盯得心裡發毛，有些心虛地嚷嚷着，問天馬是不是想打架。就在這時，系統提示音突然響了起來，檢測到天馬正在威懾對手，成功觸發了無才者調整特質。在10萬倍經驗的加持下，威懾技能開始瘋狂升級，從1級一路狂飆。天馬看着眼前不斷彈出的提示框，心裡有些意外，沒想到只是看了對方一眼，就白嫖了一個新技能。他仔細查看技能屬性，這個威懾技能可以降低目標 9% 的屬性，不過只對同等級或更低等級的對手有效。天馬收起面板，直接向光輝伸出手，讓他分點能用的裝備過來。光輝有些不耐煩地吩咐手下，隨便借他點什麼裝備。手下連忙答應，說沒問題。光輝轉過身，招呼大家跟上他。進入傳送門後，戰鬥瞬間爆發，怪物被直接劈成了2半。手下鬆了一口氣，把長劍上的血跡甩掉。他在前面大喊，動作快點，把這裡清理乾淨。長髮同伴連忙答應，一路小跑着過去。他蹲下身子，用短刀熟練地刺入怪物身體，開始回收魔力水晶。天馬走上前去，突然開口問他，你身上還有多餘的短刀嗎？長髮同伴愣了一下，連忙把手裡的短刀遞了過去。天馬接過短刀，直接對着地上的怪物屍體熟練地開始解剖。這利落的動作把一旁的長髮同伴都給看呆了。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檢測到正在回收怪物素材，成功觸發了無才者調整特質。在10萬倍經驗的加持下，解剖技能開始瘋狂升級，從1級一路狂飆，伴隨着耀眼的光芒，解剖技能瞬間拉滿，直接升到了滿級10級。天馬看着手裡剛挖出來的魔力水晶，品質明顯比普通回收的要好得多。長髮同伴在旁邊看得目瞪口呆，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嘆。天馬站起身，把水晶收好，隨後淡淡的招呼了一聲：“我們走吧。”滿地的怪物屍體橫七豎八，這次的清理速度確實快得驚人。2個隊員一邊擦着武器上的血跡，一邊感嘆今天大家的狀態都好得離譜，正準備繼續往前推進，其中一人突然停下腳步，有些疑惑地回頭看去，只見天馬正站在怪物屍體旁，手裡拿着短刀，動作利落得讓人移不開眼。
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完美剝離的魔獸毛皮和高品質狼牙全都被完美回收，這效率簡直高得不合常理。兩個隊員看得一愣一愣的，只能尷尬地應了一聲，繼續往前走。長髮同伴一邊小跑着跟上天馬，一邊忍不住開口詢問：今天這進度能這麼快，全是因為天馬回收素材的速度太驚人了，他實在想不通天馬到底是怎麼做到又快又完美的。還沒等天馬回答，前方的通道裡突然又出現了一只綠皮怪物。天馬伸手攔住身後的長髮同伴，示意他停下腳步。長髮同伴有些緊張地問：難道是剛才漏掉的？他仔細打量着怪物，發現对方肩膀上有個奇怪的刺青，這很可能是個隊長級別的怪物。天馬卻顯得很平靜，直接伸手握住了劍柄，這正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機會。天馬拔出長劍，直接迎着怪物走了過去。長髮同伴在後面急得大喊：小心啊，前面很危險。他實在想不通天馬為什麼要逞強。在大家的印象裡，天馬只是個連哥布林都打不過的 F 級廢物獵人，這上去不是送死嗎？可前方的怪物已經露出了猙獰的笑容，沉重的腳步聲在通道裡回盪，五個綠皮怪物正一步步逼近，這陣勢直接把後面的長髮同伴嚇得癱坐在地上。他絕望的大喊：五個怪物對付一個 F 級獵人，這下死定了。天馬卻只是有些無奈的嘆了口氣，根本沒把這幾個雜兵放在眼裡。怪物們咆哮着衝了上來，就在這時，系統面板突然彈了出來，威壓技能瞬間激活。天馬眼神一冷，一股恐怖的壓迫感以他為中心，排山倒海般席捲開來。原本氣勢洶洶的怪物們一下子被這股力量死死壓制。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威压技能等級開始瘋狂飆升，直接升到了4級。帶頭的怪物還沒反應過來，手裡的武器已經脫手飛了出去。系統提示音接連不斷的響起，威壓技能等級一路狂飆，直接升到了7級。原本氣勢洶洶的怪物們連天馬的衣角都没碰到，就全部癱倒在地上。帶頭的怪物徹底懵了，根本不明白發生了什麼。天馬看着滿地的怪物，对這個技能的效果非常滿意。不過他很快察覺到了不對勁，轉頭朝後方看去，只見長髮同伴整個人癱倒在地上，一副魂飛魄散的樣子。天馬有些無奈，不過轉念一想，反正這裡也沒有別的人看到，倒也不用擔心暴露實力。天馬沒有浪費時間，身形一閃，直接化作一道殘影衝了出去。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滿級敏捷和滿級神速同時激活。天馬手持長劍，瞬間逼近了最後一個怪物。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10級滿級劍術技能已激活。天馬身形快如閃電，在通道裡拉出無數道耀眼的劍光，直接把怪物逼得節節敗退。天馬一邊輕鬆招架，一邊淡淡的自言自語：接下來就用你來測試一下新招式吧。怪物被這股壓倒性的力量逼得怒吼，卻根本找不到反擊的機會。在一連串密集的金屬碰撞聲中，怪物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雖然勉強撐着沒有倒下，但身上已經滿是傷痕，只能拄着武器大口喘氣。天馬看着手裡的長劍，有些無奈地嘆了口氣。本以為只要一直戰鬥，就能像之前那樣輕鬆覺醒新技能，現在看來，除了那些最基礎的招式之外，想要獲得更高級的技能，還是得付出真正的努力才行。無才者調整這個特質，雖然能讓自己輕鬆掌握基礎技能，但依然改變不了自己是個沒有天賦的普通人的事實。天馬有些不爽地嘖了一聲，眼神瞬間冷了下去。既然如此，那就速戰速決吧。天馬手起刀落，直接解決了眼前的怪物。系統提示音紧接着響起，无才者調整特質再次激活，10萬倍的經驗值加成瞬間生效，無數升級提示在天馬身邊瘋狂刷屏，伴隨着耀眼的光芒，天馬的等級一路狂飆，直接衝到了20級。天馬看着眼前的提示，卻有些納悶，怎麼會拿到這麼多經驗？他伸手在虛空中點了一下，調出系統面板，仔細查看，原來等級達到20級之後，系統就會自動鎖定，每到20級，獵人就必須完成覺醒任務，才能繼續升級。在此期間獲得的經驗值，都會轉化為可以在系統商店消費的積分。天馬正看着，說明面板上突然閃過一道紅光，緊接着傳來一陣刺痛。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天馬忍不住叫出了聲。他有些納悶，覺醒任務什麼時候才會出現？不過現在也只能先等等看了。至於積分商城裡要買什麼，以後再慢慢考慮吧。天馬走到癱坐在地上的長髮同伴面前，拍了拍他，說該起來幹活，回收材料了。長髮同伴迷迷糊糊地應了一聲，這才揉着眼睛站起身來。可當他看清周圍的景象時，整個人直接傻眼了，滿地都是哥布林的屍體，甚至連那個實力恐怖的哥布林石府長也已經身首異處。長髮同伴嚇得大喊起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天馬卻一臉淡定地回答，看來是有人搶在前面把他們解決了。別廢話了，趕緊動手回收材料吧。長髮同伴雖然滿肚子疑惑，但也只能老老實實地蹲下身子，開始處理地上的怪物屍體。天馬在一旁默默看着，心裡卻在盤算着別的事情。他隨手在虛空中一點，再次調出了系統面板。天馬看着眼前的系統面板，有些納悶地自言自語，難度正在增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不遠處的長髮同伴正在回收素材，一抬頭就看到天馬對着空氣傻笑，忍不住懷疑這家伙有什麼特殊癖好。天馬根本沒心思理會別人的目光，他的注意力全被面板信息吸引。覺醒任務難度雖然大幅增加，但相應的獎勵也極其誘人，經驗值直接暴漲了10萬倍，甚至連技能等級上限都被徹底取消。這根本不是普通的覺醒任務，而是為他量身定制的極限突破。緊接着系統提示任務已經完成，所有技能上限再次獲得提升，屬性加成直接翻倍，甚至還解鎖了全新的因果逆轉商店。
看着這些逆天的獎勵，天馬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揚。只要能順利晉升到地級，他的實力絕對會迎來質的飛躍。根據前世的記憶，3天之後必須在傳送門裡徹底斬殺那個即將降臨的怪物。一旦讓他成長為魔族軍團長，整個文明都將徹底毀滅。長髮同伴在前面大聲催促着，天馬隨口應了一聲，注意力卻被角落的藍色圖標吸引。因為五彩者調整的特質，系統竟然補發了一個特殊武器箱。天馬沒有絲毫猶豫，直接伸手點開了寶箱，伴隨着耀眼的光芒爆開，一把散發着寒光的長劍落入手中。系統提示音同時響起，恭喜獲得超稀有武器噬魂者。副本攻略正式結束，大家陸陸續續走出傳送門。有隊員跟會長光輝打過招呼，便先行一步離開了。天馬看着眼前的場景，心裡暗自琢磨，按照時間推算，這時候的宫迷應該才6歲左右吧。就在這時，天馬收到一條轉賬短信，他有些疑惑地看向光輝，詢問對方金額為什麼不對。原本說好的日薪是3萬5，怎麼卡裡卻多了5萬？光輝笑着解釋道，多出來的算是給他的辛苦費，畢竟今天多虧了天馬，任務才能進行得這麼順利。說完，光輝便帶着隊員轉身離開。天馬獨自走在街上，心裡忍不住暗自感慨，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裡，只要實力足夠強大，別人對你的態度就會完全不同。正琢磨着，肚子卻不爭氣地叫了起來。折騰了這麼久，他早就餓得不行。既然剛剛拿到了報酬，天馬打算先去大吃一頓。可掏出手機一看，整個人都傻眼了，卡裡居然只收到了4500日元，原來車費直接被扣掉了。看到這個數字，天馬氣得直咬牙，這簡直就是明搶。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天馬獨自來到了附近的一家超市，看着貨架上新鮮的蔬菜，天馬忍不住拿起來聞了聞，這久違的泥土香氣讓他一時間有些恍惚。在世界毀滅之前，像這樣新鮮的蔬菜，他們連想都不敢想。天馬正拿着西蘭花琢磨，身後突然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原來是來自獵人協會的尤奈。天馬眼神有些警惕，質問對方是不是協會派來監視自己的。尤奈連忙擺手解釋，自己真的只是來買菜的，順便吐槽他拿着西蘭花紋的奇怪舉動。天馬一臉淡定的回答，只是想確認這蔬菜新不新鮮。尤奈嘴上雖然沒說什麼，心裡卻覺得這家伙越來越可疑，決定必須好好盯着他。看着眼前的尤奈，天馬突然覺得他有些眼熟，他直接發動了滿級記憶搜索技能，腦海中瞬間閃過無數畫面。天馬盯着尤奈，開口詢問他是不是有個叫游記的姐姐。這句話一出，尤奈整個人瞬間愣在原地，有些緊張地追問天馬是怎麼知道的。天馬並沒有正面回答，因為在未來的記憶裡，這個名字實在是太響亮了。游記是人類最後的希望，被稱為哥布林殺手。天馬怎麼也沒想到，那位傳說中的頂尖強者居然就是尤奈的姐姐。尤奈神色緊張地追問，你到底是怎麼知道我姐姐的？天馬一臉淡定地回答，因為她長得很漂亮。尤奈被這個回答弄得有些無語，沒好氣地反問，那又怎麼樣？天馬看着他認真說道，因為你和她長得很像。尤奈被這突如其來的誇獎弄得一時間有些不知所措。天馬沒有繼續糾結這個話題，而是直接說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他聽說尤奈掌握了傳送技能，接下來的戰鬥需要他的協助。天馬直接拿出手機遞了過去，向尤奈索要聯繫方式。尤奈整個人都愣住了，顯然沒料到對方會如此直接。天馬平靜地反問，這有什麼問題嗎？尤奈顯得有些慌亂，解釋說道，也不是介意，但凡事總得有個先後順序吧。天馬卻一臉理所當然地表示，你之前欠我一條命，現在是時候還人情了。尤奈氣得直跺腳，雖然嘴上一直在抱怨，但還是把聯繫方式交了過去，隨後氣呼呼地轉身離開，嘴裡還嚷嚷着這家伙到底有什麼毛病。轉眼到了第二天，天馬乘車來到了目的地，他一邊看着手機，一邊拔出了昨天剛到手的武器。這把武器的攻擊力高達30，比他之前用的鐵劍整整強了3倍。天馬看着眼前的系統面板，上面顯示着新武器的屬性，這把名為噬魂者的武器居然是超越稀有級的超稀有装備，不僅攻擊力高達30，還附帶吸收靈魂解鎖特殊功能的效果。天馬心裡很清楚，光有神兵利器還不夠，想要對付接下來的強敵，自己必須掌握更強力的剑術。既然想學做菜得找廚師，那想要提升劍術，自然得去找真正的劍道大師。天馬收起手機，一路來到了桐島道館門前。他走上前，輕輕敲了敲門，試探着詢問裡面是否有人。大門並沒有上鎖，天馬順手將門推開。為了對付即將降臨的魔族，他必須在這裡找到那位傳說中的劍術宗師。傳說中，這位劍聖曾一擊劈山裂海，是人類最後的希望，創造了無數奇蹟的桐島太陽。可誰能想到，這位傳說中的大人物，大清早就在這裡抱怨工作麻煩。天馬推門走了進去，結果剛一進屋，整個人就愣住了。只見地上鋪滿了密密麻麻的簽名紙，全都是剛剛寫好的。眼前的太陽打了個哈欠，懶洋洋的開口詢問：“你是來要簽名的粉絲吧？想讓我簽在哪裡？”這出人意料的一幕，直接把天馬給整不會了。這種輕浮的態度，哪裡有一點傳說中劍聖的樣子？在天馬的記憶中，當年的劍聖太陽是神一般的存在，他一劍揮出能劈開山岳，甚至連天空都能撕裂。那毫無瑕疵的劍技讓所有人折服。可誰能想到，現實中的太陽居然是個自戀狂。太陽得意的大笑，自稱是要拯救世界的男人。粉絲想要簽名也是理所當然。天馬看着這一幕徹底無語，心想這家伙比傳聞中還要離譜。前世沒過多久，外面就傳出劍聖太陽死去的噩耗，死因至今是個謎，但魔族絕對不會放過這個人類的希望。太陽蓋上筆帽，笑着問天馬：“你是想讓我簽在後背上嗎？”天馬客氣的開口：“
我是來向您請教劍術的。太陽一聽，直接蹦了起來，大聲嚷嚷着：“原來你是想拜我為師！”他一把摟住天馬的肩膀，熱情的讓人招架不住。两人在客廳坐下，太陽有些感慨的解釋：“這1個月他光顧着想簽名，結果回過神來就變成這樣了。”不過太陽很好奇，天馬到底是怎麼找到這兒的？畢竟他雖然註冊成了獵人，但其實根本沒有去執行過任務。天馬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太陽湊上前仔細打量着天馬，問他是不是在測試時看中了自己的劍技。天馬有些尷尬的咽了口唾沫。太陽突然得意的大笑，說：“既然是自己的粉絲，今天就破例指點一下。”問天馬到底想學哪一招。天馬的思緒飄回了上一世，那天在酒館裡喝醉的太陽曾對他說過，有一招非常簡單，任何人都能學會，而且那是一切劍技的起點，那就是直線斬擊。天馬收回思緒，看着太陽問：“你能教我直線斬擊嗎？”太陽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從架子上取下一把竹劍遞了過去。就在天馬準備伸手去接時，太陽卻突然把手縮了回去，一臉嫌棄的摇頭，說：“你根本沒有天賦。”天馬整個人都傻了，忍不住大喊：“我連劍都還沒碰到呢！”太陽把竹劍扛在肩上，傲慢的解釋：“到了他這個境界，光是用看的就能知道。”勸天馬還是放棄劍道吧。天馬不服氣的反駁：“不試試怎麼知道？”太陽嘆了口氣，把竹剑遞了過去。就在天馬握住竹剑的那一刻，太陽的臉色突然变了。系統提示音在天馬耳邊響起，技能效果已激活，劍術等級已達到10級。他整個人散發出的氣場跟剛才完全不同。太陽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這怎麼可能？天馬疑惑地問：“難道我還是沒有資格嗎？”太陽心裡掀起了驚濤駭浪，剛才看這家伙的站姿和步伐，明明一點天賦都沒有，可為什麼一握住劍就像是換了個人？太陽沒有多說什麼，示意天馬跟上他。兩人来到道館後面的空地，太陽走到木樁前，準備親自演示一遍。虽然這招他目前只有9級，並沒有完全掌握，但既然是給粉絲的福利，就破例展示一下。太陽緩緩閉上眼，隨後猛地舉起了手中的竹劍，伴隨着一聲刺耳的破空聲，太陽手中的竹劍猛地劈下，立在面前的厚重木樁瞬間被一分為2。太陽收起竹劍，笑着讓天馬試試。天馬深吸了一口氣，緩緩舉起手中的竹劍，對準木樁，接着使出渾身力氣一劍劈下。只聽見砰的一聲悶響，木樁完好無損，反倒是天馬被反震力震得連退好幾步。太陽在一旁無奈的搖頭嘆氣，說：“果然不出所料，你真是一點天賦都沒有，明明擁有了劍術技能，居然連最基本的直線斬擊都做不好。”天馬有些不服氣，咬着牙再次舉起竹劍，對着木樁瘋狂劈砍。太陽看着天馬毫無章法的動作，有些頭疼，嘆息着說：“照這樣練起碼得花上10年。”天馬有些無奈地問：“就沒有別的訣竅了嗎？”太陽雙手抱胸眉，好气地回答：“要不是看在你是粉絲的份上，我早就把你踢出去了。”接着，太陽伸出一根手指，指导揮劍的時候要想象剑尖直達天際，當剑刃劈下時，要想象將天地連成一線，並且把這一線做到絕对的筆直。天馬若有所思地應了一聲，再次舉起竹劍，對着木樁狠狠劈下。太陽在一旁看着，無奈嘆氣，覺得今天差不多該到此為止了。這家伙根本就不是練劍的料。可就在這時，耳邊突然傳來一陣異樣的破空聲。太陽猛地回過頭去，滿臉不可置信，這聲音絕對不對勁。只見天馬手中的竹劍竟然帶起了一道耀眼的藍色劍氣，天馬的斬擊變得越來越鋒利。太陽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這怎麼可能？伴隨着一聲巨響，原本堅硬的木樁直接被天馬一劍劈成2半。天馬收起竹劍，有些不確定地問：“是這樣嗎？”太陽一邊鼓掌一邊由衷的讚嘆：“真是讓我刮目相看。我收回之前說你沒有天賦的話。”不過太陽話鋒一轉，如果想要完成真正的直線斬擊，可不能只劈開一個，你必須一口氣連續劈開4個才行。太陽雙手叉腰，嘴裡還嘟囔着：“就算再有天賦，這要求也太強人所難了。”天馬卻沒多說什麼，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我試試看。”太陽剛想笑着讓他去碰碰壁，可話還沒說完，整個人就愣住了。只見天馬走到木樁前，緩緩舉起竹劍。太陽在一旁看着，心裡直犯嘀咕：這小子該不會真能辦到吧？就在這時，天馬手中的竹劍突然爆發出耀眼的光芒，伴隨着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天馬一劍劈下，那道恐怖的藍色劍氣瞬間將整整4根木樁全部一分為2，甚至連地面都被犁出了一道深深的溝壑。系統提示音警接着在耳邊響起，成功習得直線斬擊技能，在五彩者特質的加持下，經驗值暴漲10萬倍，技能等級瞬間拉滿。太陽整個人都傻了，這小子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天馬在一旁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在城市的另一邊，一間公寓的玄關處突然亮起藍色光芒，由奈拎着2大袋剛买的菜，直接用傳送技能回到家裡，大喊着我回来了。游記双手抱胸走了出來，有些无奈的責備，都說了別這麼亂用傳送技能，萬一遇到緊急情況沒法用怎麼辦？由奈有些敷衍的應了幾聲。游記看着眼前的妹妹，有些疑惑的問，不過話說回來，你的臉怎麼這麼紅？由奈有些慌亂的扶了扶眼鏡，反問游記是什麼意思？游記双手叉腰，有些懷疑的看着他，你今天真的很不對勁，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什麼事了？由奈把眼鏡摘下放到桌上，有些心虛的回答，也没什麼特別的事。不過由奈猶豫了一下，還是忍不住開口問游記，姐姐，你認識一個叫天馬的人嗎？游記想了想，搖頭回答，沒聽過這名字。由奈有些失望的哦了一聲。游記看着妹妹魂不守舍的樣子，忍不住打趣道，你今天是不是吃錯藥了？
回到房間後，由奈一個人坐在床上發呆。他看着手機，心裡忍不住犯嘀咕：那家伙故意提起姐姐的名字，難道只是為了套近乎要電話？回想起白天和天馬見面的場景，由奈忍不住笑了起來。雖然那人有點怪，但長得還挺帥的。就在由奈想得出神時，游紀突然推门進來，笑着問：你是不是遇到什麼人了？由奈嚇得大叫一聲，趕緊用被子把自己蒙了起來。游紀坐在床邊調侃道：你這心思全寫在臉上了。接着游紀湊過去追問：所以那家伙到底是誰啊？由奈抱着枕頭，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釋：就是前幾天救了我的那個男人。游紀追問：然後呢？由奈把枕頭抱得更緊了，小聲嘟囔着：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就是問我要了電話號碼。游紀笑了笑，打趣道：原來是這樣，要是進展順利的話，記得帶回來讓我見見。由奈有些害羞的應了一声。游紀站起身準備離開，順便交代道：明天工會要開始大規模的傳送門攻略，我必須離開幾天，最近傳送門的情況有些反常，你在協會可千萬別接什麼危險的任務。由奈笑着回答：知道了，你真是保護過度了。看着姐姐關上門離開，房間裡只剩下由奈一個人。他拿出手機，看着屏幕上天馬的聯繫方式，心裡有些異樣的感覺。而此時在另一邊，天馬正站在一片空地上，看着眼前被自己一劍劈開的痕迹。天馬鬆了一口气，看着眼前的系統提示，虽然刚開始摸不着門道，但多虧了10萬倍經驗的加持，這招直線斬擊瞬間就練滿了。天馬輕聲嘀咕：原來這就是滿級技能的感覺。他轉過頭對一旁的太陽道謝：多虧了您的指導。可還沒等天馬把話說完，太陽突然整個人趴在地上，嘴裡不停地念叨着：再來一次。天馬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有些摸不着頭腦。太陽猛地撲過去，死死抓住天馬的腿，大喊着讓天馬再演示一遍。他根本沒看清天馬是怎麼出招的。太陽怎麼也想不通，自己苦練多年都沒能達到的10級領域，這小子居然試了幾次就成功了。天馬看着腳邊近乎崩潰的太陽，突然反應過來，難道自己剛才那一劍已經徹底超越了這位原版劍聖？系統面板再次彈出提示：滿級的誤導流直線斬擊，甚至擁有了斬斷無形之物的附加效果。天馬突然想到，距離約定的時間好像還有1天，在那個成長之魔出現之前，自己必須盡可能多學一些劍術技能。太陽趴在地上，近乎哀求地喊着：求求你了，讓我看看吧。天馬點頭答應了。太陽有些意外地問：真的嗎？天馬接着提議：作為交換，我也想看看你其他的技能。他大方地伸出手自我介紹：我叫天馬。太陽感動得不行，直接大喊了一聲師傅，接着整個人猛地撲了上去，死死抱住天馬。太陽興奮地大叫：從今天起你就是我師傅了，我會把所有的本領都教給你。天馬被勒得直翻白眼，有些艱難地求饒：我知道了，你先放開我。太陽猛地躍上半空，直接使出了誤導流第121式爆裂阿修羅斬。這一招威力大得驚人，伴隨着震耳欲聾的巨響，地面瞬間被炸開一個大坑。太陽穩穩落地，順手將刀收入鞘中，笑着問天馬：看懂這招的訣竅了嗎？天馬站在原地，整個人都看傻了，這速度快到根本看不清，更別說去複製了。天馬有些無奈地嘆了口氣，看來想學會這一招根本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自己連這招的原理都還沒搞明白呢。天馬心裡很清楚，就算有無才者特質的加持，也改變不了自己毫無天賦的事實。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10級自然恢復技能已經激活，綠色的光芒瞬間籠罩了天馬。天馬有些疲憊地嘆了口氣：今天就到此為止吧。太陽有些意外地問：這麼快？天馬解釋說自己還有別的事要忙，接着笑着對太陽說：我很期待看到你徹底掌握直線斬擊的那一天。太陽笑着回應：是啊，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拿到了執照，但我本來沒打算當個真正的獵人，不過在遇到師傅你之後，我改變主意了。太陽突然燃起了鬥志，大聲宣告：我要成為一名獨當一面的獵人。天馬在一旁有些無奈地笑了笑，只回了一句：祝你好運。大叔看着桌上擺放的材料有些驚訝，系統面板上顯示着完美保存的魔狼毛皮和高品質的魔狼之牙，這種品質的道具平時可真是不多見啊。大叔有些好奇地問天馬：你學解剖技能嗎？天馬笑了笑：這可是我賴以生存的本領啊。大叔接着解釋：高品質的材料在制作裝備時可是能提供額外屬性加成的。大叔拍了拍天馬的肩膀，笑着叮囑：以後要是還有這種好貨，記得一定要先拿來給我，我絕对給你個好價錢。天馬看着系統面板上顯示出來的劣質皮革套裝屬性，心裡忍不住吐槽：還說給好價錢呢，結果就這。不過天馬轉念一想，就算是新手裝備，有總比沒有強，防禦力好歹也提升了。接下來就剩下最後一件事了。天馬拿出手機，直接撥通了電話。此時在另一邊，放在桌上的手機正響個不停，屏幕上顯示着天馬的來電。由奈有些緊張地接起電話，天馬在電話那頭問：是由奈嗎？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談談，你現在方便嗎？由奈正敷着面膜，他故意拿捏着腔調回答：很重要嗎？我這會兒正忙着呢。他心裡還美滋滋地盤算着，是不是該故意拿架子晾他一下。結果天馬下一句話直接讓他破防了。天馬在電話裡淡淡地拋出一句：是關於異常傳送門的事。由奈整個人瞬間石化，原本的得意勁兒一下子全沒了。他猛地扯掉臉上的面膜，对着電話大喊：什麼？與此同時，天馬面前彈出了系統面板，上面顯示着 F 級極限突破任務，目標是討伐惡魔。天馬站在陽台前，手裡握着劍，已經做好了準備。城郊的一片空地上，傳送門已經開啟。天馬背着包快步走了過去。由奈有些抱歉地說：不好意思，我來晚了，等很久了嗎？天馬搖了搖頭：那倒沒有。由奈有些懷疑地問：
那你的消息來源可靠嗎？天馬一邊往前走一邊回答。到了地方自然就知道了。尤奈嘆了口气，嘀咕着：一場傳送門啊。接着尤奈向天馬解釋，我們今天要去的是一個地级傳送门，羅馬公會已經提交了討伐申請，所以我們會跟着一起去。尤奈突然停下腳步，有些猶豫地看着天馬。天馬有些疑惑地問：怎麼了？尤奈有些抓狂地大喊：算了，我們趕緊走吧。天馬在後面喊道：等等我呀！两人快步趕到了傳送門入口處，此時已經有幾個人等在那裡了。等在那裡的正是羅馬公會的地級獵人武和大和。尤奈走上前主動自我介紹：我是獵人協會的尤奈。武也客氣地回應：很高興見到你，我是武。接着武有些好奇地看着尤奈身旁的天馬問：那這位是？尤奈向对方介紹天馬，說他是來協助處理傳送門異常的。大和雙手抱胸，冷冷地自我介紹：我是會長大和。他接着警告天馬和尤奈，不管你們有什麼目的，最好動作快點，然後離開。大和語氣強硬地補充：裡面的魔獸全是我們的獵物，你們最好別插手我們的狩獵。尤奈平靜地回答：我知道了。天馬也點了點頭。大和沒好氣地丟下一句：老實跟在後面。看着大和帶人往前走，尤奈在心裡暗罵：這就是為什麼我討厭公會。他湊到天馬耳邊小聲抱怨，說那些家伙對協會總是這麼有敵意。看着大和他們已經率先走進了傳送門，天馬和尤奈也邁步跟了上去。就在準備进入傳送門前，尤奈突然叫住了天馬，說要先測量一下傳送門的能量波動。尤奈抬起手釋放出魔力，開始對傳送門進行檢測。片刻之後，尤奈收回魔力，他有些疑惑地表示，目前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異常的跡象。你確定嗎？天馬雙手抱胸，有些神秘地笑了笑，說進去就知道了。尤奈看着天馬的背影，心裡覺得這家伙真是越來越有意思了，決定先配合他看看情況。穿過傳送門之後，眼前的景象讓大家都有些意外。尤奈忍不住感嘆：哇，這裡好漂亮啊！天馬卻沒心思看風景，他緊緊握着手裡的武器，因為他很清楚，在這片森林的某個角落就藏着那個成長之魔。就在這時，走在前面的大和轉過頭大喊：別走太遠了，我們可不想出什麼意外。尤奈有些敷衍地應了一聲，心裡卻忍不住吐槽：一個地級獵人居然在這对 C 級獵人說教，真是自以為是。而前面的幾個人根本沒把這當回事，還在一邊走一邊說笑。天馬看着前面的人，心裡暗自琢磨，那些剛從 F 級升到 D 級的獵人總會產生一種錯覺，覺得自己遲早能成為最強的那批人。從 F 級到 D 級，再從 D 級到 C 級，這一步步往上爬的滋味確實讓人上癮。可實際上，只有真正被稱為怪物的家伙，才有可能觸及到 S 級的門檻。就在這時，前面突然傳來一聲大喊：有魔獸！天馬一下子回過神來，伴隨着一陣低沉的咆哮，幾隻銀狼從林子裡竄了出來。前面的獵人立刻拔出武器大喊：是銀狼，一共3隻，大家做好準備。武高舉法杖大喊：護盾！金色的防禦結界瞬間展開，將衝過來的銀狼死死擋在外面。後方的法師大喊：魔法劍隨時可以發射。眼看銀狼被結界擋住去路，法師立刻下達命令：開火！無數冰霜箭雨呼嘯着砸了下去，精準地轟在銀狼身上。伴隨着一陣慘叫，幾隻銀狼直接被轟飛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大和帶着人直接衝了上去，幾個人配合默契，3兩下就把這幾隻銀狼給解決了。天馬在後面看着，心裡暗自琢磨，這幫人實力確實還可以，如果只是普通的傳送門，他們完全能應付得來。可問題是，這裡藏着成長之魔啊！就在這時，林子裡突然傳來一陣低沉的咆哮，大和猛地停下腳步，臉色一下子變了。只見2隻體型更大的銀狼正從黑霧中慢慢走了出來，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其中一隻銀狼已經撲到了大和面前。大和咬着牙大喊：該死！大家快退回護盾裡去！眼看銀狼再次撲了上來，大和大吼一聲：嘗嘗這個！後方的法師也跟着出手，冰霜箭雨呼嘯着砸向銀狼。可誰能想到，這些魔法打在銀狼身上，竟然全被擋了下來。法師這下徹底懵了，大喊着：怎麼可能？我的魔法居然不起作用！還沒等大家想明白怎麼回事，銀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直接咬碎了防禦結界，直奔大和而去。這群銀狼的攻勢實在太猛，前排的防線一下子就被冲散了，隊員們被逼得連連後退，場面瞬間亂成了一鍋粥。有人忍不住發出慘叫，這下大家心裡更慌了。大和大聲吼道：都冷靜點，別退縮，給我頂住！天馬在一旁冷靜地看着，心裡很清楚，魔族散發出的魔氣已經污染了這裡的魔獸，吸收了魔氣的怪物實力會成倍增長，這也是魔族最可怕的地方。眼看局勢越来越失控，銀狼的咆哮聲幾乎要掀翻整個林子，這群人還能撐多久？前方的戰鬥已經亂成一團，大和根本招架不住。尤奈看着這慘烈的場面，有些擔憂地問：這些魔獸的實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地級，我們真的不去幫他們嗎？天馬冷靜地回答：我不知道，但我們現在恐怕自身難保。天馬直接開啟了感知技能，警惕地觀察着四周。就在这時，林子深處傳來一陣低沉的咆哮，幾隻體型巨大的銀狼正從黑霧中慢慢走了出來。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其中一隻銀狼已經撲到了天馬面前。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由於等級已被鎖定，無法繼續升級，但可以獲得屬性點。天馬看着倒下的魔獸，有些意外的自言自語：剛才那一擊比想象中還要犀利啊。接着他笑了笑，不愧是稀有道具噬魂者，威力確實非同凡響。可還沒等他鬆口氣，林子裡又傳來一陣咆哮，幾隻銀狼再次撲了上來。天馬大吼一聲，來得正好，他直接迎着魔獸衝了上去，
無數條散發着金光的鎖鏈突然從四周憑空出現，還沒等銀狼反應過來，鎖鏈已經將他們死死纏住。任憑這些魔獸怎麼掙扎，都根本無法掙脫鎖鏈的束縛，只能被牢牢地困在原地。由奈大聲喊道：“快點解決他！”天馬应了一聲：“好。”他看着眼前的局勢，心裡暗自驚嘆，又是傳送又是束縛技能，不愧是由奈，果然名不虛傳。天馬沒有絲毫猶豫，直接拔劍出擊，凌厲的劍氣瞬間爆發，在空中劃出一道巨大的十字光芒，伴隨着一聲巨響，被束縛住的魔獸瞬間被斬成碎片，散落了一地。由奈看着眼前的這一幕，有些不敢置信的喃喃自語：“太強了！”此時倒下的魔獸身上開始散發出黑霧，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噬魂者正在進行靈魂吸收，地上的黑霧源源不斷的被吸入天馬的武器之中。系統面板上顯示着當前靈魂凝聚度已達到100%。由奈看着遠處的戰場，有些擔憂的表示，他們那邊還在苦苦支撐呢。大河正带着人跟銀狼拼命，场面亂成了一團。大河急得大喊：“快過來幫我们一把！”天馬雙手抱胸，冷冷地回了一句：“你之前不是說讓我們別插手你們的狩獵嗎？”大河氣得破口大罵：“都什麼時候了，你居然還說這種風涼話！”還沒等大河罵完，他就被魔獸一巴掌拍飛了出去。由奈看着前方慘烈的戰況，有些遲疑地問：“我們真的不去幫他們嗎？”天馬若有所思地應了一聲，他提議在去下一個區域之前，我們先在這裡稍微休息一下吧。大夥剛經歷了一場苦戰，都打退堂鼓了，勸大河別再硬撐着往前走，畢竟大家的身體都快到極限了。可大河根本聽不進去，他大聲質問隊友：“這不過是個地級傳送門，要是現在放棄，大夥的債務可就徹底還不清了。”其實很多獵人都是這樣，為了生計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時間久了就忘了這地方隨時能要了他們的命。由奈這時站了出來，警告大家這裡是異常傳送門，必須立刻撤退找協會幫忙。可大河根本不買賬，覺得由奈是在拿協會的身份壓人。大河冷冷地丟下一句話：“在這裡規矩得由他們來定，別插手這件事。”由奈沒有說話。大河接着對伍說：“只要你明白就好。”伍有些害怕地叫了一聲：“大河哥！”大河突然察覺到了什麼，讓大家看那邊。只見前方的黑暗中突然亮起了一雙血紅色的眼睛，緊接着一只巨大的爪子猛地拍在地上，一只散發着黑霧的巨狼從黑暗中緩緩走了出來，伴隨着一聲震耳欲聾的咆哮，那只巨狼突然發動了攻擊，強大的衝擊波瞬間席捲了四周，把在場的所有人都掀翻在地。大河看着眼前的龐然大物，整個人都懵了，這到底是個什麼怪物？天馬看着那只巨狼，神色變得凝重起來，這根本不是普通的魔獸，而是這個傳送门的領主。銀狼領主張開血盆大口，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咆哮，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銀狼領主正在發動咆哮技能，這聲咆哮帶有恐懼效果，會讓人眩暈，甚至喪失行動力。強大的聲波衝擊過來，後方的隊友根本承受不住，有人痛苦的大喊：“我的頭快要裂開了！”天馬強忍着不適，轉頭對由奈大喊：“快用傳送魔法！”由奈咬着牙回應：“堅持住，快讓大家都到我這裡來，我撐不了太久。”就在這時，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恭喜獲得意志力技能。天馬只覺得腦子一清，總算能勉強抵擋住領主的精神壓迫。系統提示音接連響起，天馬的意志力等級瘋狂飆升，精神異常抗性跟着暴漲，領主的精神壓迫對他徹底失效了。可其他人就沒這麼走運了，大河被震得頭痛欲裂，痛苦的大喊着必須離開這裡。他跌跌撞撞的想要逃跑，連倒在地上求救的隊友都顧不上了。眼看大河只顧着自己逃命，天馬心裡一沉，要是讓他們現在逃跑，就徹底沒辦法配合傳送撤退了。天馬咬了咬牙，必須攔住他們。他直接開啟了威壓技能，天馬的威壓技能瞬間全開，周圍的目標全部被震懾住了，強大的精神壓力砸下來，原本還想逃跑的大河直接被壓得跪倒在地上，痛苦的慘叫出聲。由奈見狀，立刻在地上展開金色傳送陣，焦急的大喊：“快到我這裡來！”可還沒等大家緩過神，那只被激怒的銀狼領主帶着滔天的黑霧，瘋狂地朝傳送陣衝了過來。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傳送陣金光大盛，瞬間把所有人帶離了原地。等大家再次睜開眼，發現已經脫離了剛才的險境，癱坐在地上的武鬆了一口氣：“我們得救了！”由奈顧不上休息，焦急地催促大家：“我們必須立刻離開這個傳送門！”可當他看向四周時，整個人都愣住了。這不對勁，我們應該已經被傳送到出口了才對，可眼前的出口竟然是關閉的。天馬走上前，神色凝重地解釋：“這是個異常傳送門，如果不把那個領主幹掉，出口是絕對不會打開的。”聽到這話，大河徹底崩潰了，大聲質問：“那種怪物，我們怎麼可能打得過？”天馬突然拔劍出擊，凌厲的劍氣呼嘯而出，大河根本來不及反應，只覺得一股強風刮過，還沒等大家看清，那只撲過來的銀狼領主已經被天馬一劍劈成了兩半，鮮血四濺。天馬收起長劍，淡淡的安慰大家：“別擔心，交給我來解決。”原本絕望的大河徹底看傻了眼，還沒等大家鬆口氣，法師突然指着前方大喊：“那是什麼？”只見倒在地上的銀狼領主屍體上突然湧出大量詭異的黑霧，伴隨着一陣痛苦的嘶吼，那些黑霧開始瘋狂蠕動，仿佛有什麼更可怕的東西要從裡面掙脫出來。天馬瞬間明白了過來，成長之魔奪取了銀狼領主的身體，這就是他這次的目標。只見那只銀狼領主重新站了起來，渾身散發着暴虐的黑紅色氣息。由奈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喊着問天馬：“你難道要跟那種怪物打嗎？”天馬語氣平靜地回答：“我和由奈去解決他。”聽到這話，在場的其他人都懵了，武更是嚇得直搖頭：“就憑你們兩個人，這跟送死有什麼區別？”天馬沒有理會質疑，
而是轉頭看向一旁的大和，問他能不能把防具借用一下。由奈看着遠處的怪物，有些緊張地問：“那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天馬冷靜地解釋：“他吞噬了領主，然後變成了領主的模樣。”由奈接着問：“那你有什麼計劃嗎？”天馬想了想，淡淡的回答：“直接用蠻力解決。”聽到這個回答，由奈有些無奈的吐槽：“這算什麼計劃？簡直是讓我們去送死！”天馬沒有多解釋，只是冷靜的分析：“有一點可以確定，領主變強和傳送門關閉有關，但不管怎麼樣，我們要做的事都不會變，只要把他們全部幹掉就行了。”就在這時，前方的銀狼發出一聲咆哮，瘋狂地撲了過來。由奈大喊一聲雷擊，耀眼的金色雷電瞬間爆發，將衝上來的銀狼死死籠罩。伴隨着一陣巨響，雷光直接將這幾隻銀狼轟成了碎片。天馬在一旁看着，誇讚了一句：“幹得漂亮。”由奈有些得意地表示：“我馬上就要晉升為 B 級獵人了。”天馬看着滿地的银狼屍體，心裡暗自琢磨：雖然拿不到經驗值有點可惜，但現在正是把他們一網打盡的好機會。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噬魂者正在進行靈魂吸收，周圍的魔氣開始瘋狂湧動，源源不斷地被吸入天馬的武器之中。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靈魂凝聚度已達到100%，噬魂者的特殊功能正式解鎖。天馬手中的長劍瞬間爆發出耀眼的藍色光芒，系統面板上顯示着特殊功能灵魂釋放已解鎖，在5秒內能大幅提升攻擊力和範圍。天馬看着手中的武器，笑着說：“太棒了，只有5秒嗎？”由奈在一旁看着，有些驚訝地表示：“這把劍散發出的氣息太驚人了。”就在這時，遠處的山崖上突然傳來一聲咆哮，那只被黑霧籠罩的巨狼正站在月光下。天馬和由奈停下腳步，看着前方的異變，周圍的銀狼群也開始變得躁動不安，發出陣陣咆哮。由奈有些警惕地表示：“看起來不太對勁。”天馬心裡很清楚，必須在成長之魔徹底吸收領主力量前把它解決掉。由奈在一旁看出了端倪，盯着天馬問：“你是不是知道些什麼？趕緊老實交代。”天馬神色凝重地解釋：“那家伙根本不能算是魔獸，簡直就是個移動的天災，他已經被成長之魔夺舍了。”由奈有些疑惑地問：“魔族到底是什麼？”天馬回答：“那是一群掌握了魔氣的可怕怪物。”就在这时，系統提示音突然在兩人耳邊響起，警告他們已經進入了惡魔信徒的領域。緊接着又一條紅色系統提示彈了出來，因為魔族的出現，這裡已經被施加了限制，方圓50米內的生物全部無法繼續成長。由奈有些詫異地問：“限制嗎？”天馬冷靜地表示：“我長話短說，其實這正合他的心意。只要限制一出，那只成長之魔就沒辦法繼續變強了。魔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每個惡魔都擁有自己的領域，任何踏入其中的人都會受到影響。而成長之魔的限制能力就是成長限制，在它附近的任何生物都無法以任何方式繼續變強。這也就意味着，在這裡根本無法提升力量或者覺醒新的能力。”天馬心裡很清楚，雖然現在這個限制只影響50米內的生物，但隨着時間推移，範圍遲早會擴大。由奈有些擔憂地表示：“這下糟糕了，他好像發現我們了。”只見那只被黑霧籠罩的巨狼正站在高高的山崖上，死死地盯着他們。還沒等兩人做出反應，巨狼已經發出一聲咆哮，從山崖上猛撲了下來，伴隨着一聲巨響，地面瞬間被砸出一個大坑，狂暴的衝擊波席捲而來。由奈和天馬被震得連連後退，等煙塵漸漸散去，眼前的景象讓所有人都驚呆了。原本那只巨大的魔獸竟然變成了一個白髮精靈模樣的女人。由奈有些不敢置信地問：“這難道是他的化身？”天馬在一旁冷靜地分析：“就像之前那只銀狼一樣，這應該是他過去吞噬掉的某個宿主。”還沒等兩人多想，成長之魔緩緩落在了地上，他抬起手，掌心瞬間凝聚起一團狂暴的紫色能量，緊接着數個巨大的紫色能量球在半空中展開，將整個區域徹底籠罩。這股恐怖的壓迫感讓由奈和天馬都愣在了原地。天馬心裡暗叫不好，我記憶中的成長之魔根本沒有這種技能，看來這家伙是把那個精靈生前擁有的能力也給強行奪走了，這下麻煩可大了。面對半空中恐怖的壓迫感，天馬低聲叮囑由奈：“聽我的信號，再躲。”就在這時，天馬的感知技能自動激活，他必須在千鈞一髮之際找出對方攻擊的破綻。半空中的成長之魔可沒打算給他們時間，狂暴的紫色能量在他手中匯聚，眼看就要徹底爆發。就在能量傾瀉的剎那，天馬大喊一聲：“就是現在！”話音未落，數道恐怖的紫色光柱帶着毀滅般的氣勢轟然砸下，這攻勢兇殘到極點，光憑反應根本來不及。天馬直接把保命底牌全都掀了，技能一個接一個瘋狂激活，硬是在死局裡擠出了一條生路。漫天的能量光束傾瀉而下，把周圍炸得面目全非，只要稍微慢上一絲，立馬就會被轟得連渣都不剩。等天馬好不容易翻滾着落回地面，這才徹底看清了彼此的差距。誰能想到，光是保住一條命，就逼得他同時開啟4個技能。天馬半跪在地上，看着身上破損的防具，心裡一陣後怕。要不是有這件防具擋着，剛才那一下他就已經沒命了。惡魔的實力果然超乎想象，不能再這麼被動挨打了，必須在對方下一次攻擊到來前先下手為強。就在成長之魔準備再次施法時，天馬動了，他整個人化作一道殘影，直奔成長之魔衝了過去。可對方的反應極快，身前立刻凝聚出紫色法術盾。天馬見狀，大喊着由奈的名字，無數條紫色鎖鏈鋪天蓋地的席捲而來。由奈大喊一聲：“就是現在！”天馬沒有絲毫猶豫，整個人化作一道殘影衝了上去。他直接使出誤導流一閃，耀眼的藍色劍氣衝天而起，直接將半空中的成長之魔劈成2半。
天馬穩穩落地。本以為這致命一擊已經解決戰鬥，可還沒等他鬆口氣，周圍的動靜又不對了。這家伙不僅沒死，反而變得比之前還要巨大。天馬這下也有些吃力了，局勢變得越來越棘手。原來這家伙為了躲避剛才的致命傷，唰的一下变成了銀狼領主的形態，甚至連身上的束缚技能都被他強行掙脫了。由奈急得大喊小心，可根本来不及了。成长之魔張開血盆大口，狂暴的能量在他口中瘋狂匯聚。這一下要是被正面轟中，怕是連渣都不會剩下。鋪天蓋地的紫色光柱砸了下來，天馬只能拼命躲閃。對方不僅有銀狼領主的怪力，還能同時使用精靈的魔法，這簡直就是作弊。狂暴的能量在身邊不斷炸開，天馬被逼得連連後退，根本找不到反擊的機會。就在這關鍵時刻，旁邊的由奈出手了，耀眼的法陣在空中展開。趁着這個空檔，天馬再次衝了上去，這一技能不能成。天馬看準時機，整個人高高躍起，使出了一記強力的一閃，耀眼的藍色劍光直奔成長之魔而去。這一劍結結實實地劈在了成長之魔身上，疼得他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可還沒等天馬落地，這家伙竟然頂着傷口再次瘋狂地撲了過來，狂暴的衝擊力把天馬震得連連後退。還沒等他站穩身子，半空中突然凝聚起一個巨大的紫色能量球，這股恐怖的能量要是砸下來，後果不堪設想。密密麻麻的攻擊轟了下來，天馬在炸裂的能量中艱難閃避，要是演變成消耗戰，情況只會越來越糟糕。他轉頭看向遠處，由奈那邊也撐不了多久，魔力一旦耗盡，兩個人都會被耗死在這裡。就在這危險關頭，天馬低頭看了一眼先前被他一劍砍下的那些碎塊，竟然癱在地上一動不動。這些脫離出來的肉塊沒辦法再融回本體，懸在頭頂的死局終於讓他抓到了突破口。天馬手持發光的長劍，直奔成長之魔衝了過去。雖然對方的防禦依然強悍，但天馬手裡還留着一張底牌，那就是噬魂者的特殊功能——靈魂釋放。天馬心裡很清楚，靈魂釋放的持續時間只有5秒，必須在這極短的時間內分出勝負。可偏偏在這個時候，成長之魔的攻擊已經鎖定了由奈。伴隨着一陣劇烈的震動，狂暴的衝擊波直接在戰場上炸開。眼看成長之魔直奔這邊衝過來，由奈整個人都懵了。關鍵時刻，天馬一把抱起由奈，帶着他強行突圍。他大聲問由奈還能不能用空間傳送。由奈咬着牙回答：魔力不夠了，最多只能再用一次。天馬大喊着回應：一次就足夠了。話音未落，成長之魔的毁滅性攻擊再次砸下，由奈嚇得大叫起來，這根本就是不要命的打法。他使出最後的魔力發動傳送，就在毀滅性攻擊砸下的前一刻，狂暴的能量在他們身後徹底炸開。好在傳送陣及時開啟，天馬抱着由奈從半空中跌落出來，總算是驚險地避開了致命一擊。但危機還沒解除，天馬沒有任何猶豫，直接開啟了噬魂者的靈魂釋放，耀眼的藍色光芒直接將他籠罩。這一記超大型直線斬擊，帶着毀天滅地的藍色光芒，瞬間將下方的成長之魔徹底貫穿。狂暴的能量在大地上肆虐，掀起恐怖的衝擊波。系統提示音同時響起，惡魔族已被擊敗，龐大的魔獸化作黑煙消散。由奈無力地癱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氣，看着眼前這驚人的一幕，他整個人徹底傻了。這家伙到底是什麼人？他明明只是個最底層的 F 級獵人啊，為什麼要隱藏實力？就在這時，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覺醒任務已完成，你已覺醒為地級獵人。天馬看着眼前的系統面板，終於升到地級了，這可是前世想都不敢想的高度。由奈走到他身邊催促：快起來，我們沒時間躺着了。天馬虛弱的回答：不行，我動不了了。由奈神色凝重，必須馬上離開，否則就麻煩了。話音剛落，周圍的黑暗中突然亮起無數雙猩紅的眼睛，一群銀狼正悄无聲息地包圍過來，低沉的嘶吼聲此起彼伏。由奈咬了咬牙，只要再撐5分鐘就行。他拿出一瓶魔力恢復藥水，直接灌了下去。由奈一邊喝下藥水，一邊笑着調侃：你必須請我吃晚飯，而且要菜單上最貴的那種。天馬虛弱地躺在地上，只要能撐過1分鐘就行。就在這時，狂暴的火焰能量瞬間炸裂，將周圍的銀狼全部吞噬。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所有銀狼已被擊敗，異常傳送門已成功清除。5興奮地歡呼：我們得救了！大家終於鬆了一口氣，這場惡戰總算是結束了。由奈扶起虛弱的天馬，還不忘提醒他：晚飯你沒忘吧？要最貴的那種。天馬心裡暗自吃驚，沒想到他一個人就趕跑了整整50隻銀狼。他笑着對由奈說：我已經沒事了，接下來我自己走就行。他順手脫下借來的防具放在了地上，一旁的大河看到這一幕，整個人直接崩潰。那可是他心愛的防具啊！吾走上前對兩人表示感謝，多虧了你們，我們才能活下來。由奈叮囑他，協會之後會聯繫你們，到時候記得幫我保密。吾连連點頭答應，隨後有些好奇地問天馬：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嗎？天馬沒有透露真實身份，只是笑了笑回答：我叫武流。武聽完非常感激，表示這輩子都不會忘記這份恩情。一旁的由奈聽到這個假名字，有些疑惑地看了天馬一眼。由奈湊上前低聲質問：你是在被通緝嗎？為什麼要隱瞞真實姓名？天馬有些無奈地解釋，倒也不是故意想隱瞞，如果自己的潛力被大公會看中，能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那當然是件好事。可問題是，自己的成長速度實在太快了，一旦被潛伏在人類社會中的魔族盯上，上了他們的黑名單，那可就徹底完蛋了。在擁有足夠自保的實力之前，絕對不能太招搖。由奈聽完有些遲疑地問：所以你希望我
在報告書上也幫你隱瞞。雖然這次多虧了他才化險為夷，但這樣做真的沒問題嗎？天馬笑着拜託道：“如果能幫我隱瞞，那就真的幫了大忙了。”由奈有些不好意思的避開視線，接着他轉過身去，大聲叮囑道：“之後再聯繫我吧，可別忘了你答應請我吃晚飯。”天馬笑着答應：“好。”看着由奈準備離開的背影，天馬突然想到了什麼，他連忙在後面喊道：“等一下，由奈小姐。”由奈有些疑惑的停下腳步，轉過頭來問：“怎麼了？”天馬有些不好意思的撓了撓頭，笑着拜託道：“既然我現在是這副樣子，能不能用你的傳送技能直接送我回龍山？”聽到這個要求，由奈的臉色一下子沉了下來。還沒等天馬反應過來，一道耀眼的藍色傳送光芒唰的一下在他腳底綻放，這下子天馬整個人都懵了。轉眼就到了第二天，天馬在自家的床上醒來，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自然恢復技能已經自動觸發。這技能簡直就像開掛一樣，睡了一覺，技能經驗值就直接漲了 35%。不僅如此，因為擊敗了魔族成員，他的等級也順利升到了地級，技能等級上限更是突破了10級。就在他感慨這股力量的時候，放在床頭的手機突然震動起來。天馬拿起來一看，上面竟然有4個未接來電，全都是前東家的團隊主管廣樹打來的。天馬笑了笑，自己可不打算再回去當個湊數的臨時工了。他從背包裡拿出一塊魔力水晶，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這是高純度魔力水晶，雖然只是從地級地下城裡掉落的，但純度卻高得嚇人。天馬笑着自言自語，這東西應該能賣個50萬日元吧。就在這時，系統面板突然刷的一下彈了出來，提示他已經完成了 F 級極限突破任務，不僅所有技能等級上限提升了1級，還解鎖了一個叫因果逆轉的神秘商店。天馬有些意外地看着屏幕，這商店看起來可不太尋常。他伸手在虛空中輕輕一點，直接打開了因果逆轉商店的界面。屏幕上顯示出商店的規則，只要等級達到上限，就能用獲得的積分來兌換商品。不過目前只有消耗品商店是解鎖狀態。天馬有些疑惑地看着那些鎖定的圖標，難道武器和装備要等以後才能解鎖嗎？他點開消耗品商店的頁面，裡面只上架了2種藥水，其中一個叫寶物獲取藥水，需要消耗500積分。天馬看着自己剛好夠用的積分餘額，心裡有些犯嘀咕：寶物獲取藥水，這系統以前可從沒給過沒用的東西。天馬下定決心，先用這500積分把它買下來。伴隨着一陣微光，一瓶散發着藍色光芒的藥水憑空出現在他手中，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寶物獲取藥水，效果是逆轉因果，指引通往寶物的路線，效果持續1個小時。天馬看着手裡的藥水，自言自語道：想要攻略傳送門，錢可是必不可少的武器。既然這藥水沒有副作用，那就直接喝了吧。他仰起頭，咕嘟咕嘟的把藥水灌了下去。喝完之後，天馬看了看四周，好像什麼變化都没有發生。就在這時，一團藍色的火焰憑空燃起，火焰中心隱約浮現出一個日元符號。這突如其來的變化讓天馬整個人都愣住了。那團藍色火焰在半空中飄動，最後唰的一下直接落在了床上的手機屏幕上。天馬有些疑惑地看着手機，難道說這藥水是在指引他給廣樹回電話？雖然有些遲疑，天馬還是拿起手機撥了過去。電話剛一接通，那頭就傳來廣樹憤怒的咆哮：你這個湊數的臨時工，現在才想起來給我回電話嗎？不想死的話，現在就立刻給我滾回辦公室來。聽到這話，天馬嘴角微微上揚，看來事情正如他所料。他一邊站起身往外走，一邊對着電話冷冷地問：你剛才說什麼？給我老老實實在那等着。天馬順着藍色火焰的指引，一路來到了前東家的辦公樓前。那團火焰在前面飄忽帶路，直接把他引進了大樓深處的走廊。最後火焰停在了一扇緊閉的辦公室門前，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寶物獲取藥水持續生效中。天馬看着這扇門，心裡有些犯嘀咕：這種地方真的會有寶貝嗎？他伸手推開門走了進去，還沒等他站穩，一個玻璃杯就唰的一下砸了過來，在牆上摔得粉碎。廣樹在裡面憤怒地咆哮：你這個臭小子，居然敢不接我的電話！因為你這家伙，我們丟了一個大單子，今天必須讓你付出代價。接着廣樹轉過頭，對旁邊的2個手下命令道：你們2個去給他點顏色瞧瞧。天馬看着眼前的廣樹，心裡很清楚，這家伙不過是個普通人罷了。面對圍上來的2個打獸，天馬根本沒放在眼裡。以前自己只是個 F 級獵人，才會被廣樹騎在頭上拉屎。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記憶搜尋技能已觸發，腦海中瞬間浮現出以前被這2個家伙按在地上摩擦的畫面。就是這2個地級獵人，以前可沒少動手揍他。其中一個打獸有些挑釁地問：你那是什麼眼神？廣樹在後面大聲命令：這家伙今天有點不對勁，給我好好教訓他。打獸一把揪住天馬的衣領，冷笑着挑釁：你還沒搞清楚狀況吧？天馬冷冷地看着他，一句話也沒說。現在的自己早就和這些普通的地級獵人不是一個檔次了。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力量強化技能已觸發。天馬直接出手，一把扣住了對方的手腕。天馬手上一用力，直接把揪住他衣領的打獸整個人給甩飛了出去。那家伙重地砸在書架上，把上面的書撞得散落一地。這突如其來的一幕，把旁邊的廣樹和另一個打獸都給看傻了。另一個打獸大喊一聲，直接揮着拳頭朝天馬砸了過來。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感知技能已觸發。在10級感知技能面前，對方的動作慢得就像蝸牛爬一樣。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體術技能已觸發。天馬一個側身閃過，順勢一記重拳，狠狠砸在對方腹部。這一拳力道極大，直接把人打得倒飛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廣樹氣急敗壞的大吼：你這家伙到底在幹什麼？給我好好收拾他！
被打飛的那個打獸從地上爬起來，渾身肌肉開始瘋狂膨脹，直接把上衣都給撐爆了。他咬牙切齒地罵道：“你這個混蛋！”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全身力量強化5級已觸發。這家伙大吼一聲，像頭野獸一樣朝着天馬猛衝過去。可還沒等他靠近，天馬直接迎面就是一記重拳，狠狠砸在對方臉上。這一拳力道大的驚人，直接把這個大塊頭打得倒飛出去。倒飛出去的打獸順勢把後面的廣樹也給砸倒在地，兩個人重重的摔在辦公室的角落裡，把周圍的辦公桌椅撞得稀爛。廣樹痛苦的呻吟着，半天爬不起來。他咬牙切齒的威脅：“你小子的獵人生涯到此結束了。”天馬冷冷的看着他，根本沒有理會。廣樹硬着頭皮大喊：“你以為你能全身而退嗎？這行有多小你心裡清楚吧？”就在這時，廣樹的臉上突然燃起一團藍色火焰，這下子寶物獲取藥水指引的路線徹底明確了。原來所謂的寶物就在廣樹這家伙身上。天馬一步步走上前，居高臨下的看着他，那又怎樣？廣樹嚇得連連後退，顫抖着問：“你想幹什麼？”沒過多久，辦公室裡的局勢徹底反轉。廣樹帶着2個打獸，老老實實的跪在地上，低着頭連聲道歉：“對不起，以前都是我們的錯。”天馬站在他們面前，冷冷地質問：“以前從我日薪裡扣打車費，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廣樹嚇得冷汗直流，連忙求饒：“對不起，以後你的交通費我全包了。”天馬有些懷疑的看着四周，這裡真的能弄到錢嗎？就在這時，書架上突然亮起一團藍色火焰，看來寶物獲取藥水指引的路線就是這裡了。天馬走上前去，伸手移開書架上的書，沒想到書架後面竟然藏着一個保險箱，上面還帶着電子密碼鎖。天馬看着保險箱說：“就是這個了。”跪在地上的廣樹看到這一幕，有些慌張地問：“喂，你幹什麼？”天馬冷冷地回頭看了他一眼，廣樹嚇得連忙改口道歉：“對不起。”不過他很快又得意起來，冷笑着說：“那個保險箱可是有20位數的密碼，不管什麼技能都不可能打得開。”可他話音剛落，那團藍色火焰就飄到了密碼鎖上，緊接着一串20位數的密碼直接在藍色光芒中顯現了出來。這下子密碼直接被破解了。天馬看着眼前的保險箱，這裡面真的有能帶他找到寶物的東西嗎？他按照藍色火焰給出的提示，開始在密碼鎖上輸入數字，隨着咔嗒一聲脆響，保險箱的門應聲而開，裡面竟然放着一疊賬本。跪在後面的廣樹整個人都傻了，顫抖着問：“你怎麼知道密碼的？”天馬拿起賬本翻了翻，原來是他們非法獲利的賬目。就在這時，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恭喜獲得魔力水晶鑰匙，可開啟 C 級或以下級別的箱子。”天馬看着手裡散發着微光的鑰匙，這東西就算直接拿去賣，起碼也能值個100萬日元。廣樹在後面看着天馬的動作，忍不住小聲嘀咕：“這不就是明搶嗎？”天馬沒有理會他，而是被賬本下壓着的一份文件吸引了注意。那份文件上同樣燃着藍色火焰，上面寫着橫濱地下城調查報告，等級是D+級，備注裡寫着裡面極有可能藏有大量魔力水晶，而且目前還沒有向協會登記。天馬看着報告上的內容，突然愣了一下，這個地下城他以前聽說過，要是這事能成，那可就真的發大財了。跪在後面的廣樹急忙哀求：“那地方可是我們花了大價錢準備去攻略的呀，而且地級獵人根本進不去，求求你放過吧。”天馬冷笑了一聲：“這事可由不得你說了算。”就在這時，辦公室的門突然被人推開，一個身穿白大褂的男人走了進來，有些意外的看着裡面，沒想到這裡已經有人了。天馬轉過頭去看着這個突然出現的男人，男人推了推眼鏡，一邊往裡走一邊問：“你認識我嗎？”天馬看着他，心裡已經有了答案。弓介，在那個毀滅的世界裡，根本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弓介笑着說：“我知道你是誰，没有才能的 F 級獵人天馬，大家在這裡都是這麼叫你的吧？”那個湊數的臨時工。弓介的視線落在了天馬手裡的賬本上，天馬揚了揚手裡的文件問：“你是在找這個嗎？”弓介有些意外的接過去：“你是怎麼知道的？”一旁的廣樹看到這一幕，嚇得大喊起來：“別看那個，求你了！”廣樹掙扎着想要撲過去阻止，嘴裡還不停地喊着。弓介有些無奈地嘆了口氣，直接一巴掌甩了過去。這一巴掌力道極大，直接把廣樹整個人扇飛了出去。廣樹重重地摔在地上，徹底沒了動靜。弓介看着手裡的文件，有些埋怨地問：“你之前為什麼要撒謊，說你沒有這東西？你根本不知道我找他找了多久？”接着他把文件收好，笑着對天馬說：“不管怎麼說，還是謝謝你的配合，下次有機會我一定會好好謝你。”弓介從兜裡拿出一張卡片遞過去：“1個星期後打這個電話聯繫我。”天馬有些不敢置信地接過卡片，這居然是弓介的名片。在那個毀滅的未來裡，弓介可是 S 級獵人，更是情報組織的領袖。他憑借着龐大的情報網絡，提前預知了魔族的入侵。在人們眼裡，他既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也是個可怕的怪物。弓介交代完，便轉身朝門口走去。天馬看着他的背影，心裡暗自感嘆：這家伙還真是個充滿魅力的人。走到門口的弓介突然停下腳步，嘴角微微上揚，沒想到連我都被騙過去了。弓介笑着問：“你以為協會把消息封鎖了，我就查不到嗎？解決夜鴉工會的人就是你吧？我沒打算威脅你，只是很好奇你為什麼要隱藏實力，下次見面再告訴我吧。”說完這句話，弓介整個人直接化作一陣白煙，憑空消失在房間裡。天馬看着手裡的名片，能搭上這條線確實是運氣好，沒想到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恭喜獲得幸運技能1級。”這下連運氣都變成可控的技能了。系統面板上顯示着，幸運技能不僅能增加獲得好運的概率，還能提升日常的運氣。天馬看着面板，心裡已經開始盤算了，只要能搭上弓介這條線，賺錢就只
是時間問題了，而且想要收集關於魔族的情報也會變得容易得多。這運氣確實是好的沒話說。就在這時，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寶物獲取藥水的效果已經結束。天馬手裡的藍色火焰刷的一下熄滅了，看來這次的尋寶之旅到此為止。他順手拉開系統商城面板，裡面顯示着各種藥水的信息。雖然寶物獲取藥水用完了，但商城裡還有一瓶天賦獲取藥水。不過想要買這瓶藥水，還得需要不少積分才行。既然這樣，接下來的首要任務就是升級了。多虧了廣樹那家伙，現在資金來源已經有了保障。天馬翻看着手裡的文件，接下來得先去把需要的裝備給配齊了。天馬來到了龍山商業街，他直接走進了一家裝備店。天馬把清單遞給店員說：“我想看看這上面的裝備。”店員接過清單看了一眼，立刻熱情的去準備了。沒過多久，天馬就背着大包小包走了出來。這錢還沒在兜裡捂熱呢，唰的一下就全花光了。一個背包14萬5，一把鏟子15萬，再加上一把20萬的鐵鎬，這獵人的裝備簡直貴得離譜。不過為了接下來的地下城攻略，這些投資也是必不可少的。天馬拿出手機看了一眼餘額，上面只剩下可憐的7000多日元。他只能自我安慰，這都是為了以後的投資，既然錢花光了，那就要趕緊去賺回來。天馬已經來到了橫濱的一處荒山，他正拿着鐵鎬在碎石堆裡賣力的挖掘。為了找到地下城的入口，只能先幹起體力活了。經過一番折騰，眼前的碎石堆終於被清理乾淨，一個隱秘的洞穴入口顯現了出來。天馬看着眼前的洞口，接下來就該進去大幹一場了。天馬順着石階一路往下走，正如記錄裡寫的那樣，入口處沒有怪物守着，反而設下了一道精神屏障。看來有人故意封鎖了這裡，不讓任何人進去。要是普通獵人強行闖入，輕則精神失常，重則直接變成廢人。天馬剛往前邁出一步，一股強大的精神壓力唰的一下席捲而來。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意志力3級技能已觸發，正在抵抗精神魔法。天馬咬緊牙關，他很清楚，這不過是想動搖他情緒的把戲。耳邊不斷傳來各種惡毒的嘲諷，罵他是沒用的垃圾獵人，讓他別逞能趕緊滾開。這些聲音像針一樣扎過來，試圖徹底擊垮他的防線。這股精神壓力實在太強了，眾生前的那些負面情緒像潮水一樣不斷湧上來。天馬感覺自己又回到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耳邊全是那些刺耳的嘲諷，罵他是没用的垃圾獵人，說帶個哥布林都比帶他強。這種痛苦的滋味他早就受夠了，但現在的他可不是以前那個任人宰割的廢物。天馬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一步步繼續往前走。系統提示音不斷響起，意志力3級技能正在全力抵抗。緊接着，意志力技能開始瘋狂升級，直接從4級一路飆升到了5級。隨着技能等級提升，周圍的幻象唰的一下全部消散。天馬一把扶住旁邊的石牆，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氣。要不是有這個意志力技能撐着，今天怕是真要交代在這裡了。天馬好不容易扛過了第一波精神攻擊，他繼續往地下城深處走去。穿過一片廢墟，前方突然出現了一道詭異的紫色屏障，散發着讓人不安的魔力波動。天馬停下腳步，難道說後面還有更強的精神結界？這一路上安靜的有些詭異，連一隻怪物的影子都沒見着。一個設有精神屏障卻沒有任何怪物的地級地下城，這地方絕對有古怪。天馬立刻觸發了10級記憶搜尋技能，腦海中無數的畫面開始飛速閃過。他終於想起來了，記錄裡確實說過，就算是頂尖的 C 級獵人，也只能走到入口，因為在地下城最深處還隱藏着一道連 S 級獵人都無法輕易突破的超強精神結界。正因如此，這裡在不久的將來將會被魔族軍團的無敵指揮官徹底佔領。魔族軍團的指揮官，那是連 SSS 級獵人都無法輕易抗衡的恐怖存在，他們曾把人類逼入絕望的深淵。天馬憑借着記憶搜尋技能，終於把這一切都想起來了。這道精神屏障後面藏着的正是未來魔族指揮官的裝備，只要能拿到手，絕對能讓他徹底翻身。天馬沒有猶豫，直接邁步穿過了那道詭異的紫色結界。根據情報記錄，再往前走，不僅有精神攻擊，還會伴隨着致命的陷阱。還沒等他多走幾步，四周的空氣突然剧烈震動起來，緊接着一股強烈的精神衝擊唰的一下襲來，痛得他死死抱住腦袋。關鍵時刻，10級感知技能瞬間觸發，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敏捷10級技能已觸發。天馬在密集的箭雨中飛速穿梭，要是沒有這超強的感知和意志力，今天怕是真要交代在這裡了。這地方的陷阱根本不給人反應時間，光靠眼睛看根本來不及躲，必須在聽到聲音的剎那做出反應。天馬深吸一口氣，10級感知技能瞬間全開，無數的箭矢唰的一下從天而降，密密麻麻的朝他射了過來。天馬身形一閃，在箭雨中驚險的左右閃避，那些鋒利的箭矢擦着他的身體掠過，狠狠地定在地面上。系統提示音不斷在腦海中回盪，意志力技能開始瘋狂升級，直接從6級一路飆升到了7級。在這鋪天蓋地的箭雨中，天馬憑借着強大的意志力，硬是生生殺出了一條生路。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意志力技能已經升到了8級。天馬在密集的陷阱中飛速穿梭，剛躲過飛劍，頭頂上又砸下來無數的巨石。系統提示音不斷在腦海中回盪，意志力技能直接飆升到了9級。還沒等他喘口氣，身後突然傳來一陣巨響，一顆巨大的石球正朝着他瘋狂滾來。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意志力技能已經升到了10級。天馬咬緊牙關，拼命往前奔跑，可那顆巨大的石球
卻越滾越快，眼看就要將他徹底吞沒。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系統提示音再次傳來，意志力技能成功升到了11級。天馬借着這股力量猛地向前躍出，在石球砸下的前一秒，險之又險地避開了這致命的一擊。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意志力技能已達到滿級，並獲得了額外附加效果。天馬有些不敢置信，這就是11級技能的威力嗎？在剛才那種強度的精神攻擊下，自己居然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已獲得抗精神魔法效果，免疫一切精神類魔法的負面影響。天馬看着前方那道詭異的紫色結界，這下子裡面的精神屏障对他來說已經徹底形同虛設了。天馬看着四周彌漫的紫色霧氣，這霧氣不對勁。根據獵人月刊的記載，這種霧氣會引發極度恐怖的精神攻擊，連 S 級獵人進來了都扛不住。天馬繼續往深處走去，一路上開始出現各種詭異的畫面，有人跪在地上痛苦的哀求，放我出去，或者乾脆求個痛快。還有人在幻覺中瘋狂自相殘殺，嘴裡歇斯底里的怒吼着。天馬面無表情地從這些慘狀旁走過，周圍全是絕望的哭喊和求饒聲，這些都是以前闖入這裡的人留下的記憶幻影。系統提示音突然響起，11級意志力技能已觸發，免疫一切負面效果。多虧了這個滿級技能，天馬才能在如此恐怖的精神污染中保持絕對的冷靜。他穿過重重迷霧，終於來到了大殿的盡頭。就在這時，前方突然爆發出一股強烈的壓迫感，一個身披重甲的魔族守衛正靜靜地擋在通道正前方。天馬低聲自語道：“那就是這裡的領主嗎？只要能把這家伙解決掉，掉落的裝備肯定少不了。”就在他準備拔劍的剎那，手裡的武器突然爆發出一股耀眼的藍光。天馬有些詫異，這是怎麼回事？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已獲得注入魔能的噬魂者短劍，攻擊力直接提升了30點，而且這把武器還能通過吞噬魔能無限提升攻擊力。天馬看着手裡的短劍，這難道是擊敗成長之魔後獲得的全新屬性嗎？既然是要正面硬碰硬，那他可就沒什麼好猶豫的了。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10級劍術技能已觸發。天馬身形一閃，直接迎着魔族守衛衝了上去。魔族守衛揮舞着重劍狠狠砸下，卻被天馬用短劍死死架住。兩股强大的力量在半空中激烈碰撞，激起一陣耀眼的火花。天馬一記重擊砍了上去，卻發現根本沒造成多少傷害。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10級忍耐技能已觸發，即使受到致命傷也能繼續行動。天馬咬了咬牙，這家伙不僅防禦力驚人，甚至還能使用附帶魔能的劍氣。更糟糕的是，魔族守衛周圍的黑霧開始劇烈翻滾，地面上憑空多出了好幾雙腳。這家伙居然開始召喚小怪了。天馬看着眼前不斷增加的敵人，心裡有些沒底。以自己目前20級的等級，真的能通關這裡嗎？等等，天馬突然想到了什麼。如果沒記錯的話，領主召喚出來的這些怪物，擊殺後應該也是有經驗值的吧？既然已經晉升到了地級，那就可以繼續提升等級了。只要把這些被召喚出來的怪物解決掉，經驗值肯定少不了。天馬嘴角微微上揚，升級的捷徑可就擺在眼前了。看着眼前圍攻上來的怪物，天馬直接拔出武器迎了上去。系統提示音瞬間響起，7級威壓技能轟然觸發，恐怖的紅色能量瞬間炸裂，周圍的怪物直接被震得動彈不得。趁着怪物被控住的空檔，天馬身形一閃，使出同導流一文字斬，耀眼的藍色劍氣呼嘯而出，瞬間將眼前的怪物全部斬碎，怪物化作黑霧消散。系統提示音瘋狂刷屏，由於無才者的極限突破效果，屬性提升幅度直接翻了 1.2 倍。不僅如此，无才者的調整效果跟着觸發，獲得的經驗值直接翻了10萬倍。這下子他的等級怕是要直接起飛了。系統提示音開始瘋狂刷屏，等級一路往上狂飆，21級、22級、23級，根本停不下來。這波經驗值直接讓他升到了30級，手裡的短劍爆發出耀眼的藍色光芒，這力量提升的簡直不講道理。但對面的魔族守衛可沒打算給他時間適應，揮舞着散發紫光的重劍，帶着滾滾黑霧直接劈了過來。天馬身形一閃，迎着對方的攻勢直接正面硬剛，兩股力量在半空中激烈碰撞，震得周圍的石板紛紛碎裂。系統提示音再次在腦海中響起，感知技能和體術技能同時達到10級，全力支撐他暴漲的身體素質。天馬在半空中猛地一個擰身，手中的短劍爆發出刺眼的藍色電光，他順勢一記重斬狠狠劈下，狂暴的劍氣呼嘯而出，直接將眼前的魔族小怪全部撕碎。這一擊的威力非同尋常，在大殿中央砸出了一個大坑。系統提示音開始瘋狂刷屏，等級一路往上狂飆，37級、38級、39級，最後直接定格在了40級。天馬看着周圍漸漸消散的藍光，看來這波小怪已經被清理乾淨了。他低聲自語道：“看來他不會再召喚了，接下來就只剩下這個領主了。”魔族守衛拖着散發黑霧的重劍，一步步朝他逼近，大戰一觸即發。天馬看着前方崩塌的碎石，手裡的短劍再次凝聚起狂暴的雷光。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10級直線斬技能已觸發，攻擊力直接提升了3點。天馬身形一閃，迎着前方的魔族守衛直接一記重斬，耀眼的藍色劍氣呼嘯而出，帶着雷霆萬鈞之勢狠狠劈了過去。這一擊的威力非同尋常，直接在大殿中央撕開了一道口子。魔族守衛舉起盾牌試圖硬抗，卻被這股狂暴的力量震得連連後退。天馬根本不給對方喘息的機會，身形在半空中猛地一個擰身，再次揮劍狠狠砸下，狂暴的雷光在魔族守衛身上轟然炸裂。
系統提示音再次響起，噬魂者短劍成功吞噬了魔能，攻擊力再次提升了3點。天馬看着自己的雙手，這就是等級帶來的力量嗎？因為等級已經達到了上限，接下來的經驗值全部自動兌換成了積分，這波直接到手200多積分，而且領主已經被徹底解決，通關獎勵也該到手了。和普通的傳送門不同，地下城通關之後可是有專屬獎勵拿的。當年魔族指揮官用過的寶貝到底會是什麼？金光散去，手心裡多了一枚古樸的戒指。天馬看着這枚戒指，這東西到底有什麼逆天的屬性？看來不能光看外表來判斷好壞。系統面板刷的一下彈了出來，上面顯示着這枚防御戒指的屬性。雖然目前核心功能還處於封印狀態，但它居然是一件成長型裝備。天馬看着面板，這下可真是撿到寶了。他的天賦能讓獲得的經驗值翻上10萬倍，而成長型裝備剛好就是靠吞噬使用者的經驗值來升級的，這簡直就是給他量身定制的。天馬嘴角微微上揚，這下子裝備升級的速度怕是要逆天了。緊接着，系統面板再次刷新，顯示出他目前40級的狀態。因為達到了當前等級的上限，系統提示即將發布新的突破任務。同時，因為觸發了五彩者的調整效果，系統直接給他分發了突破極限的專屬獎勵。天馬看着眼前的系統面板，不知道接下來的任務會是什麼。系統面板上清晰地寫着地級突破任務，目標是收集3個魔能之源。天馬眉頭微微一皺，這系統難道知道他接下來想幹什麼嗎？畢竟他重生的目的就是為了阻止魔族入侵，拯救這個世界。而要做到這一點，收集魔能之源絕對是必經之路。天馬看着眼前的系統面板，這絕對不是什麼巧合。魔族大軍之所以遲遲沒有全面入侵，是因為2個世界的環境相差太遠。為了適應人類世界的環境，魔族制定了一個名為魔能計劃的陰謀。他們在人類世界的各個角落悄悄安放了高濃度的魔能之源，企圖以此來同化這個世界。而這個驚天陰謀的曝光，全靠當年那個勾結魔族的叛徒。在行刑台上，那個叛徒在臨死前冷笑着說：“你們以為魔族是突然入侵的嗎？真是太天真了！早在人類察覺之前，他們就已經在暗中籌備了。他們四處收集並安放魔能之源，就是為了徹底吞併人類世界。”那個叛徒在臨死前吐露了魔族的陰謀。原來那個計劃叫做魔能計劃。他哭喊着說自己真的不知道魔族竟然打算徹底消滅人類。天馬站在人群中，看着叛徒被處決，這一幕深深印在了他的記憶裡。只要能把魔能之源全部破壞掉，就能阻止魔族入侵現實世界，這也是粉碎魔能計劃最有效的辦法。天馬站在空曠的地下城裡，既然接下來的目標已經明確，是時候看看這次通關的獎勵了。他伸手點開系統面板，準備領取突破極限的專屬獎勵。每次達到等級上限，系統都會分發特殊的道具。上一次得到的可是噬魂者短劍，伴隨着一陣耀眼的藍光，新的獎勵終於要揭曉了。不知道這次又會是什麼神兵利器。藍光散去，天馬看着手裡的東西，這居然是一柄長槍。一轉眼，1個星期過去了，天馬來到了獵人協會大樓前，看着眼前人來人往的景象，這熱鬧的畫面在眾生前可是想都不敢想的。既然重來一次，他就絕對不會再讓悲劇重演。就在這時，手機突然響了起來，天馬拿出來一看，上面全是未讀消息，甚至還有廣樹發來的道歉短信。天馬現在可沒閒工夫理會這些，直接無視掉就好了。他收起手機，看着眼前宏偉的建築，誰能想到自己最後居然會來到這個地方？這裡可是頂尖獵人必去的地方，以前因為手頭緊根本不敢想，不過現在資金充裕了，正好可以進去好好提升一下。就在他準備往裡走的時候，身後突然傳來一陣刺耳的引擎轟鳴聲，一輛紅色跑車失控般的衝了過來，速度快得驚人，眼看就要撞上了。天馬的10級感知技能瞬間觸發，他身形一閃，險之又險地避開了這致命的撞擊。天馬有些惱火地質問：“這是想要殺人嗎？”車門唰的一下打開了，一個身影從車裡走了出來，沒想到從跑車裡走出來的居然是太陽。太陽笑着打了個招呼，說：“沒想到能在這裡碰上。”天馬看着那輛拉風的紅色跑車，隨口問了一句。太陽得意地拍了拍車頂，說：“這是他加入工會的簽約獎金，畢竟大明星就要配跑車。”天馬有些好奇地問：“你到底加入了哪個工會？”太陽收起笑意，說是守護者之劍工會。在這個國家裡，守護者之劍、銀翼以及五星這3個工會可以說是3足鼎立，實力最強，而其中最頂尖的就是守護者之劍工會。畢竟守護者之劍工會看中了太陽作為劍聖的驚人天賦，肯定給他開出了無法拒絕的天價。天馬心裡直犯嘀咕，難怪這家伙能買得起這麼拉風的跑車。天馬有些無奈的開口：“別再叫我師傅了。”太陽愣了一下，有些疑惑地問：“為什麼？”天馬嘆了口氣，這稱呼聽着壓力太大了。太陽挠了挠頭：“那該怎麼稱呼你？叫大哥好像也不太對。”天馬擺了擺手：“隨你怎麼叫都行。”太陽摸着下巴琢磨着，叫先生感覺也怪怪的。天馬沒打算繼續糾結這個話題，直接轉身往裡走，說自己先走一步了。太陽這才反應過來，急忙在後面大喊：“喂，等等我啊！”天馬看着訓練室的價目表，這價格簡直貴得離譜，最便宜的 A 級都要5萬。他正琢磨着要不先選個 A 級試試，結果旁邊的太陽直接遞過去一張黑卡，說要直接包場。前台的工作人員一聽，立刻恭敬地在前面帶路，說要帶他們去 VIP 訓練室。天馬順手接過小冊子一看，整個人直接傻眼了。VIP 訓練室居然要300萬！太陽笑着晃了晃手裡的卡，問天馬要不要一起進去。天馬有些無奈地嘆了口氣，只能跟着這個有錢的徒弟一起走。
等他們進到訓練室裡，2條巨大的紫色能量巨龍在半空中盘旋，这阵仗可真是不小。天馬低聲念了一句回收，那柄飞出去的長槍唰的一下直接倒飛了回來，穩穩落入他的手中，系統面板跟着彈了出來。這把武器叫做回收之槍，不僅自帶5級回收和5級穿透屬性，攻擊力更是高達45點，只要心裡默念或者喊出回收，它就會自動回到手上。太陽湊了過來，有些好奇地問，這新武器能用什麼技能？天馬有些無奈地回答，我只是用力扔出去而已。不過這把槍的投掷技能已經達到了11級，投擲傷害速度和精準度都提升了25%。天馬握緊長槍，這瞬間爆發出來的破壞力甚至已經超越了噬魂者短劍，這東西拿來當副武器確實不錯。就在這時，半空中的紫色能量巨龍發出一聲咆哮，張牙舞爪地撲了過來。太陽在一旁看着，可不想被師傅給比下去。他大喝一聲，身形猛地躍起，手中的雙刀在半空中劃出耀眼的弧線，直接迎着能量巨龍斬了過去。狂暴的刀光呼啸而出，瞬間將撲來的巨龍撕得粉碎。天馬在一旁看着，不愧是被稱為劍聖的男人，這種招式自己根本模仿不來。太陽穩穩落地，收起雙刀，但他顯然還沒過癮，轉過頭對天馬說：“師傅，能不能再讓我看一次你剛才的直線斬？”天馬看着眼前的太陽，直接開口問他：“你剛才用的直線斬是不是還沒練到家？”太陽有些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解釋說：“就像師父教我的那樣，除了要領悟天地相連的道理，剩下的就只能不停地揮刀了。”天馬淡淡地回了一句：“就像這樣。”話音剛落，天馬身形一閃，手中的武器瞬間爆發出耀眼的藍色電光，系統提示音跟着響起，10級直線斬技能已觸發，因為無才者的極限突破效果，這一擊直接獲得了海量的經驗值。狂暴的藍色劍氣呼嘯而出，在大廳中央撕開了一道巨大的裂口，威力大的驚人。系統提示音再次刷屏，直線斬技能成功升級到了11級。狂暴的氣浪直接把太陽震得連連後退，他不得不拔出雙刀護在身前，才勉強穩住身形。天馬緩緩收起武器，周圍的藍色電光漸漸消散。太陽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這威力簡直超出了他的認知。他忍不住驚呼道：“這根本不是普通的直線斬，這應該叫月成流直線斬。”太陽一把抱住天馬的大腿，整個人興奮得不行。他大聲嚷嚷着：“能讓技能進化，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天馬卻顯得很平靜，淡淡的回了一句：“這沒什麼特別的。”就在這時，天馬的手機突然震動了起來，他拿出來一看，屏幕上顯示着弓界的來電。天馬收起手機，對地上的太陽說：“多謝你讓我用訓練室，我有點急事，就先走了。”太陽還沒反應過來，只能愣愣地看着天馬離開。他暗暗下定決心，總有一天自己也一定要達到那個境界。兩人在咖啡廳裡相對而坐，弓界端起杯子，十分客氣地開口：“上次的事情真是多虧你幫忙了，雖然具體細節不便多說，但托你的福，我們公會的處境徹底改變了，這簡直就是上天的眷顧。”天馬坐在一旁靜靜地聽着，弓界放下杯子繼續說道：“所以我必須向你表達謝意，我這人有個原則，就是有恩必報，我不喜歡欠別人人情。”聽到這話，天馬不禁想起了以前的事，在那個已經毀滅的世界裡，弓界作為情報販子曾對他說過同樣的話。當時弓界站在廢墟中，語氣冷淡地警告他：“聽好了，我雖然站在人類這一邊，但我可不是什麼慈善家，如果你想活下去，就拿有用的情報或者能力來跟我換。”天馬看着眼前的弓界，沒想到即便換了個處境，這家伙說話的口氣還是一點沒變。在天馬的記憶裡，弓界和那些滿口正義的英雄完全不同，他是個純粹利益至上的家伙，也就是說，現在的自己或許正好有他需要的東西。天馬把一個沉甸甸的包放在桌上，開口說道：“你之前說過有恩必報，對吧？”弓界看着桌上的包，有些疑惑地問：“這是什麼？”天馬直接拉開拉鏈，露出了裡面滿滿的金色結晶，解釋道：“這是我清理地下城得到的魔能結晶，我想用這些來做交易，而且這可不是一錘子買賣，以後我還會源源不斷地提供。”天馬看着這些結晶，心裡開始盤算起來，來路不明的大批魔能結晶，這種交易通常需要極高的信任度，不過既然是為了利益，這家伙應該不會拒絕。弓界推了推眼鏡，笑着說道：“明白了，我這人一向說話算數，既然說好了要合作，我自然會拿出誠意。”天馬把一張折好的紙條推了過去，弓界有些疑惑地接過來，這難道是什麼清單嗎？他展開紙條仔細看了看，上面密密麻麻的寫着不少信息，有名字有地點，甚至連道具的名稱都寫得清清楚楚。天馬解釋道：“我只知道個大概，具體細節並不清楚，關於魔能之源的情報應該就藏在這些線索裡，以你手頭掌握的資源，想查出這些並不難，我需要你幫我把它們找出來。”弓界若有所思地沉吟了一下：“我很樂意幫忙，但是這件事情的規模似乎比我預想的還要大得多，如果你能親自搭把手，那就再好不過了。”天馬微微一笑，爽快地答應了：“沒問題。”弓界繼續說道：“畢竟你可是地級雇傭兵天馬。”天馬有些警惕地問：“你怎麼知道我是地級？”弓界笑了笑，沒有正面回答，而是拿出了平板電腦。他解釋道：“我們目前正準備攻略一個特殊地下城，但因為限制了地級或以下的人才能進入，所以我們需要你這樣的身手。”天馬看着遞過來的屏幕，看來對方終於要切入正題了，這就是弓界找他來的真正目的。弓界指着屏幕上的寶石畫面說：“我需要你幫我把奧爾多利亞之寶帶回來，我非常需要它。”天馬在腦海中思索着，這名字聽起來有些耳熟，似乎在哪裡聽說過。天馬想了想，開口問道：“這次行動只有我一個人參加嗎？”弓界搖了搖頭說：“即便是地級裡，也有其他實力不俗的家伙，你想見見他們嗎？”
天馬來到約定的地方，看着眼前出現的2個人，這就是弓界口中實力不俗的隊友嗎？背着大盾的男人率先開口：“我叫正義，今年27歲，我是隊伍裡的坦克，你們只管輸出就行，把背後交給我。”這家伙外號鐵臂正義，但天馬很清楚，這家伙的性格極其惡劣，根本配不上他的名號。在獵人圈子裡，他是個徹頭徹尾的職場霸凌者，甚至還對新人痛下殺手。接着旁邊那個神情陰沉的男人也開口了：“我叫刃，擅長使用雷電魔法。”這家伙外號雷電瘋子，後來徹底墮落成了反派，手上沾滿了無數人的鮮血。天馬看着這2個人，看來弓界為了達成目的，還真是個只看重實力的實用主義者。天馬主動打了個招呼，自我介紹說自己的主武器是短劍。對面的粉髮女生卻有些警惕，冷冷地問他在看什麼。他接着有些不耐煩地說道：“我們只需要趕緊搞定任務，回家，根本沒必要互相介紹。”天馬看着他，腦海中突然閃過一些畫面，終於想起來了。天馬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新手茜。新手茜有些吃驚，問天馬是怎麼知道自己名字的。天馬微微一笑，看來弓界這次找的人裡，總算有一個靠譜的了。因為眼前這個女生可不是什麼普通角色，她是最後11人之一 ，SSS 級獵人，幻影盜賊。新手茜在那個崩塌的末世中，活下來的人都背負着沉重的痛苦，許多人在折磨中漸漸發了瘋。而在這些幸存者裡，有一些行為古怪的家伙，被稱為怪人。新手茜就是其中之一。他不工作，不交易，也不與任何人妥協。他活下去的唯一手段就是偷，不管是魔族怪物還是普通人類，只要被他盯上就絕無幸免，甚至連一无所有的難民他都不放過。天馬看着眼前的女生，怎麼也沒想到居然會在這裡遇到這個難纏的家伙。新手茜有些警惕地問：“我臉上有什麼東西嗎？所以你又是誰？”天馬主動開口自我介紹：“我是天馬，一個地級獵人，擅長使用劍和槍，差不多就是這樣。”正義在一旁哈哈大笑，提議大家該出發了。幾人穿過樹林，來到了散發着金色光芒的傳送門前。隨着系統提示音響起，確認全員符合地級或以下的限制條件，幾人唰的一下直接穿過了傳送門。等天馬再次睜開眼，眼前的景象讓他有些意外，這裡竟然是一片荒涼的沙漠，頭頂的烈日曬得人發慌。新手茜忍不住抱怨起來：“這地方也太熱了，簡直要人命！”正義突然叫住大家，說自己帶了降溫冰袋。他從背包裡拿出一個散發着寒氣的冰盒，這在酷熱的沙漠裡簡直是救命的寶貝。天馬在一旁看着，看來這家伙提前做足了功課，連這種細節都考慮到了。有了冰袋的降溫，新手茜總算緩過勁來，感覺自己又活過來了。正義收起裝備，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準備繼續出發。幾人頂着烈日，在無邊無際的沙漠中緩緩前行。走着走着，天馬突然停下腳步，叫住了前面的幾個人。他神色嚴肅地警告大家，前面有怪物出沒。系統面板跟着彈了出來，10級感知技能已經悄然啟動。正義有些疑惑地朝遠處張望，卻什麼都沒看到。不過他倒是不怎麼在乎，拍了拍胸脯，自信地表示，就算有怪物出現也沒關係，自己會把他們全部擋下來。正義大大咧咧地走在最前面，我才是隊長，別瞎操心了，跟着我走就行。話音剛落，前方的沙地唰的一下炸開，伴隨着漫天風沙，一只巨大的黑蠍子猛地竄了出來。緊接着，周圍的沙地接連炸裂，一只又一只巨型蠍子破沙而出，瞬間将幾人死死包圍。正義這下不得不承認天馬的判斷，他大喊一聲：“你說的對，眼神挺好使啊！”眼看怪物圍了上來，正義立刻舉起盾牌擋在最前面，招呼大家往他身後退。他揮舞着戰斧，挑釁的大吼：“來啊，有本事就衝我來！”系統面板瞬間彈出5級嘲諷技能已經啟動，綠色的能量波紋刷的一下擴散開來。被激怒的巨蟹群發狂般的嘶吼着，全部調轉方向，瘋狂的朝正義一個人衝了過去。正義死死頂在最前面，用盾牌強行抗住了巨蟹的圍攻。後方的法師大喊一聲：“小心點，雷電魔法要來了！”話音剛落，一道耀眼的藍色雷光呼啸而出，筆直的轟向怪物群。狂暴的雷電瞬間炸裂開來，將前排的巨蟹電得動彈不得。趁着怪物被麻痹的空檔，新手茜身形一閃，直接切入戰場。他手中的短刀化作无數道寒光，刷刷擊下，瞬間將周圍的巨蟹大卸八塊。這配合簡直天衣無縫。正義看着剛解決完怪物的新手茜，忍不住誇了一句：“厲害啊！”新手茜收起短刀，一臉輕鬆的回答：“這根本不算什麼。”天馬在一旁拍了拍手，笑着調侃道：“看來我們這隊伍挺強啊，都沒我出手的份了。”正義有些無語的轉過頭，沒好氣的對天馬說：“你這家伙好歹也裝裝樣子，幫個忙吧。”天馬有些尷尬的應了一聲：“行吧。”就在這時，腳下的沙地突然劇烈震動起來。天馬和新手茜同時察覺到了異樣，大喊一聲：“有什麼東西要出來了！”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一只巨大的黑色巨爪猛地從沙地裡伸了出來，一把死死抓住了新手茜。伴隨着一聲慘叫，一只體型無比巨大的怪物破沙而出，直接將新手茜整個人拎到了半空中。面對眼前這只龐然大物，正義咬緊牙關，再次舉起盾牌，試圖吸引火力。隊友在一旁慌了神，急忙大喊：“現在該怎麼辦？”正義氣得破口大罵：“該死！嘲諷技能居然失效了！”系統面板隨即彈出提示，由於雙方等級相差懸殊，5級嘲諷技能判定失敗。看着陷入混亂的戰場，天馬在一旁冷眼旁觀。夜幕降臨在荒涼的營地裡，篝火在夜色中靜靜燃燒。宮迷正躺在火堆旁熟睡，突然感覺有人在推自己，
天馬壓低聲音叫醒他，讓他別出聲，悄悄跟自己走，千萬別驚動其他人。宮迷雖然有些迷糊，但還是順從地跟了上去。兩人來到一片廢墟旁，天馬二話不說，直接拿起鏟子開始在地上挖坑。宮迷在一旁看得一頭霧水，忍不住開口問：“你大半夜把我叫醒，就是為了來這挖坑嗎？”天馬停下手裡的動作，指了指坑底，示意他自己看。宮迷看着坑裡的鐵桶，整個人都愣住了，裡面裝滿了糖果和果汁。他有些不敢相信地問：“這些東西你都是從哪弄來的？”天馬一邊把鐵桶提上來，一邊解釋道：“這可是我費了好大勁才攢下來的，就是為了送給你。”宮迷有些疑惑，為什麼要送給我？天馬笑了笑：“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嗎？”聽到這話，宮迷心裡一暖，連聲道謝。天馬叮囑他悄悄吃，別被其他人發現了。宮迷高興地答應着，剛要把東西收起來，突然身後傳來一陣異動，還沒等兩人反應過來，一個黑影唰的一下閃過，宮迷直接被重重的擊倒在地。天馬看清來人後，忍不住驚呼出聲：“新手茜！”他還沒來得及反抗，就被新手茜打得整個人飛了出去。新手茜緩緩走到坑邊，看着散落一地的零食和飲料，接着他直接伸手拿起一罐可樂，拉開拉環，在兩人驚愕的注視下，自顧自地喝了起來。等天馬和宮迷掙扎着爬起來時，地上的東西已經被吃得一乾二淨。天馬氣得直捶地，大罵該死。宮迷看着空空如也的包裝袋，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天馬看着新手茜冷酷的背影，那一刻的絕望，他這輩子都忘不掉。那些零食可是他們費盡千辛萬苦才為隊伍攢下來的寶貝，在這個廢墟般的世界裡，這些東西簡直比金銀財寶還要珍貴。新手茜被怪物死死纏住，只能絕望地大喊救命。天馬在一旁冷眼旁觀，甚至覺得這是他自找的。眼看怪物就要發動致命一擊，正義急忙大喊讓同伴注意防守。天馬沒有猶豫，直接拔出武器衝了上去。他一腳踩在正義的盾牌上，借力高高躍起。正義咬緊牙關死死撐住，給天馬創造進攻的機會。天馬在半空中調整姿勢，迎着那只巨大的怪物狠狠地斬了下去。他很清楚，這只巨型蜈蚣的弱點就在頭部。11級投掷技能瞬間發動，長槍化作一道狂暴的藍色流光，直奔怪物的腦袋而去。轟的一声巨響，長槍精準貫穿了怪物的身體，直接將這只龐然大物死定在地上。隨着怪物轟然到地，揚起漫天塵土，這場危機總算是化解了。天馬走上前去，一把將倒在地上的新手茜拉了起來。新手茜有些狼狽地吐掉嘴裡的泥沙，顯然還沒從剛才的震驚中緩過神來。正義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忍不住驚嘆道：“你居然還藏着這種實力！”天馬只是拍了拍手，有些無奈地笑了笑。他突然察覺到了不對勁，腳下的沙地開始剧烈晃動。新手茜還沒反應過來，整個人就直接陷了下去。緊接着，四周的沙子開始瘋狂向下塌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流沙漩涡。這下麻煩了，他們竟然踩中了已逝的陷阱。正義急得大喊，讓大家趕緊撤離。可新手茜根本來不及逃跑，大半個身子已經被流沙死死拖住，他只能絕望地大叫：“為什麼倒霉的總是自己？”天馬在一旁看着，心裡卻在嘀咕：這大概就是未來的報應吧。就在幾人手忙腳亂應付流沙時，遠處的高坡上正有兩個人冷冷地注視着這一切。其中一人低聲說道：“看來已經有別的工會在幫我們清理這個地方了。”扎着馬尾的男人低聲提醒：“會長可是命令我們悄悄解決的，最好別起衝突，趁他們不注意把魔能之源偷走就行。”可這話剛說完，旁邊就傳來一聲反駁：“不對吧？”反派工會的李庫冷笑着說：“會長說的悄悄解決，意思分明是只要他們礙事，就直接全部幹掉。你們是傻子嗎？這麼好的機會，難道要眼睜睜看着他溜走？”反派工會表面上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正規組織，實際上這地方根本就是個賊窩，裡面全是犯下重罪的惡棍獵人。此時工會總部大樓內，手下正向會長匯報情況，確認已有其他工會進入了地下城。會長眼神裡滿是冷酷，平靜地吐出幾個字：殺光所有礙事的人。這個被稱為人類叛徒的男人正密謀着一場血腥屠殺。手下緊張地退了出去。辦公室門關上的瞬間，會長猛地一拳砸碎了辦公桌。他咬牙切齒地怒罵：到底是哪個無名工會，竟敢搶先佔領那個地下城？要是拿不到魔能之源，一旦任務失敗，自己絕對會被那個人殺掉。而此時的地下城內，狂風正呼嘯着吹過荒涼山谷。李庫捏了捏拳頭，冷聲質問：既然會長允許動手，為什麼還要放他們活路？領頭的西裝男臉色一沉，警告道：聽好了，我才是這裡的負責人。話音未落，李庫突然暴起，一把死死扣住西裝男的臉，狠狠按進了沙地裡。伴隨着骨頭碎裂的聲音，鮮血瞬間噴湧，旁邊的馬尾男嚇得連連後退，看着地上的屍體，驚恐大喊：你到底在幹什麼？李庫緩緩站起身，冷冷地看着他：難道殺人還需要理由嗎？當然是因為好玩啊！看着癱坐在地上徹底崩潰的馬尾男，李庫舔了舔手上的血跡，得意地嘲諷：我就喜歡看你這種恐懼的表情。伴隨着一聲慘叫，荒涼的沙地上只剩下一片死寂。李庫冷笑着盤算：現在是4對1了，真想看看他們臉上的表情。夜幕降臨，荒涼的營地裡篝火靜靜燃燒。新手茜縮了縮脖子抱怨：沒想到才過了30分鐘，白天就直接变成黑夜了。正義看着跳躍的火光說道：總有一天我要建立一個自由工會。他轉頭看向天馬，發出邀請：到時候你要不要加入我？天馬看着眼前的正義，心裡卻滿是冷意。在未來那個你為了追求自由建立的工會裡，你可是做盡了壞事，甚至把後輩活活打死。天馬冷冷拒絕：我還是算了吧，我還有別的事要做。坐在一旁的新手茜站起身，他拍了拍灰塵：我也算了吧，
我準備去加入獵人協會，當個英雄，這就是我的夢想。天馬聽着只覺得有些諷刺，誰能想到未來那個臭名昭著的怪人小偷，現在居然夢想着當英雄。天馬沒有多說什麼，直接起身走向漆黑的樹林。新手茜有些疑惑地問：“你大晚上的要去哪？”天馬頭也不回地答道：“去附近轉轉。”他獨自穿過灌木叢，眼前的系統面板突然亮起，記憶檢索功能已悄然啟動。天馬一邊走一邊回想，廣樹曾提到魔能之源就在金字塔裡。就在這時，10級感知技能瞬間啟動，天馬察覺到身後的動靜，猛地轉過身，一把死死扣住了來人的手腕。新手茜疼得大叫一聲，天馬有些意外地鬆開手，問他怎麼會在這。新手茜揉着手腕抱怨：“我明明是偷偷跟過來的，你到底是怎麼發現我的？”他快步跟上天馬解釋道：“那2個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直覺告訴我跟着你更安全。”天馬心裡盤算着，如果利用新手的技能，或許就能輕易拿到魔能之源了。天馬在前面帶路，冷冷丟下一句：“跟我來。”2人穿過夜色，來到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前。天馬指了指入口：“你在這個世界上最想要的東西就在這裡面。”新手茜有些警惕地反問：“你怎麼知道我喜歡什麼？而且我的危機感知一直在報警，提示裡面非常危險。”天馬轉頭看着他調侃道：“真沒想到像你這樣的人，居然會被蜈蚣抓走，還掉進已逝的陷阱裡。”新手茜紅着臉辯解：“那是因為我今天狀態不好。”天馬徑直走向台階：“我向你保證，跟着我絕對不會讓你吃虧。”新手茜看着天馬的背影，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快步追了上去，大喊着警告：“要是讓我吃虧了，我可絕對不會原諒你。”2人走在昏暗的通道裡，新手茜有些納悶的嘀咕：“奇怪，剛才那種不祥的預感怎麼沒了？”天馬頭也不回的提醒：“別多想，老老實實跟着我走就行。”就在這時，天馬的感知技能再次升級，系統面板提示已升到11級，並解鎖了查看隊友信息的新功能。新手茜一臉自信的跑在前面大喊：“讓你見識一下我危機感知的厲害！看吧，我就說沒事。”天馬有些無語：“你这分明是直接逃跑吧？”話音剛落，通道深處傳來巨響，一顆巨大的石球直奔新手茜的後背滾去。新手茜嚇得大喊：“你還不趕緊跑！”天馬卻異常冷靜，緩緩拔出短劍，眼看巨石壓下，天馬身形一閃，短劍瞬間爆發出耀眼的藍色光芒，一記強力斬擊迎頭劈下，轟的一聲巨響，巨大石球瞬間4分5裂。新手茜整個人都看傻了：“你這家伙真的只是地級嗎？”天馬沒有回答，看着脚下開裂的地面，低聲說道：“這下面有東西。”天馬一腳踩穿地面，露出了下方的密道。“我找到捷徑了。”2人順着台階一路往下，眼前的景象讓新手茜徹底看呆，這該不會就是關底 BOSS 吧？天馬看着前方巨大的石像，魔能之源就在斯芬克斯身上，還沒等靠近，半空中傳來低沉的警告：“接受沙塵暴的考驗吧！”地面上瞬間亮起無數紅色法陣，這下麻煩了！漫天紅色火光炸開，滾燙的熱浪席捲空間。新手茜急得大喊：“你到底想幹什麼？”天馬大聲回應：“先到石像頭上去。”2人頂着熱浪爬上石像頂端。新手茜看着周圍肆虐的火焰，崩潰發問：“難道我們只要活下來就行嗎？”天馬緩緩拔出短劍，冷冷回答：“這只是其中一部分，不過我們得按自己的方式來。”新手茜納悶地問：“準備幹什麼？”天馬嘴角微微上揚：“搶劫，用你最擅長的招數。”他拿出一個寫着地字的錢包，繼續說道：“你的盜竊技能，什麼都能偷到手，對吧？就像你之前偷走大家的錢包一樣。”新手茜看着錢包，有些慌張地反駁：“我憑什麼要聽你的命令？”此時腳下的石像劇烈震動，周圍的火焰變得更加狂暴，溫度高得讓人無法喘息。眼看局勢到了最危急的關頭，天馬大聲吼道：“不想死的話，就去把斯芬克斯身上的東西偷過來。”